哎呀，平阳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有什么事你说清楚，我们这是要去见什么人啊？哎，不用梳洗打扮，你先过去。哎呀，到底谁要见我？平阳，你说清楚啊！青云瑶拧眉，愈加不耐。他就这么被他拽着出了府，都没有梳洗打扮，这成何体统？哎呀，是六哥在那边等你。啊？谁？青姐姐，我说了你别激动，是青儿出事了，六哥要见你，你们赶紧商量商量去救青儿。话音还没落，眼圈就红了。什么？谁要见我？啊，谁出事了？是我。身后的秦婉忽地起身而上，一把扣住了他的胳膊，一手往后一拧，直接掐住他的脖子，就往深街角处拖。青婉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青姐姐！他大怒地追了上去。此时的秦婉已经将青云瑶拖到了拐角，他就怕平阳忍不住会说，所以才会藏在这里。果然青云瑶基于对平阳的信任，丝毫没有怀疑。但是秦婉连个眼神都不给平阳，只狠狠地将青云瑶往地上一扔。人呢？青云瑶此时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抬起眼，面前是绷着脸的秦婉，马车旁边还有坐在轮椅上的凤玲。玉王爷，玉王妃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平阳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联合秦婉骗我？不是，秦姐姐，是青儿出事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六哥，秦婉，你们怎么这么对青姐姐？你们不是要商量如何救出青儿吗？青儿到底在哪儿？这次青云瑶算是回过神来，青战不见了，所以秦婉过来找他要人。啊，我二哥去哪里了？我怎么知道？秦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二哥不见了，你这般焦急做什么？他早就怀疑这个秦婉跟清月有关系，如今看来还真是，否则青儿不见了，他这焦急的什么呀？眼看青云瑶油盐不进，一副什么都不打算说的模样，清月猛地掏出匕首，对准了他的脖子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青战到底在哪里？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青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在干什么？你放开青姐姐！你……砰一声，清月一个手刀直接劈在了平阳的脖颈上，接着平阳缓缓地倒了下去。青云瑶面色一变，他刚想动，就被清月给压在了地上。秦婉，我不知道二哥在哪里，昨晚他来了一趟幽王府就离开了，你找我二哥有什么事儿？青云瑶，不要跟我说废话，青战到底在哪儿？秦婉，我就知道这些日子是你搞的鬼，那日在巷子里刺杀我的人，还有寿宴上的那一场戏，都是你干的。哼，果然是你。清月呢？清月在哪里？让他出来见我。他出来了，我就告诉他青儿在哪儿。他的眼神中有些疯狂，基本已经猜到二哥应该是被师父给抓走了，但他也没有多在乎，师父想干什么本来也不是他能干涉的。听到青云瑶承认，清月眼中的恨怒几乎化为了实质，他一把扣住了青云瑶的脖子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青战到底在哪里？说！秦婉，你逼我没用的，我说了，你让他亲自过来，否则说什么都没有用的。看来玉王爷是知道些什么了，难怪能够夜闯卿家，且暗探幽王府，看来还有玉王爷的手笔啊。青云瑶，青战到底在哪儿？手下当即用了狠力，直接让青云瑶涨红了一张脸。松手！他费力开口，清月面无表情，手上的力道持续加重，双眼冷厉冰霜。说，青战在哪儿？青云瑶眼前冒着惊心，感觉下一刻就要被清月给掐死了。发烧，我带你去。清月猛地将他给甩到了地上，青云瑶捂着喉咙咳呛出声。我压根儿不知道青战在哪，但是你怀疑我师父带走了青战，那我就带你去。青云瑶的眼中全是恶意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捂着脖子，恶狠狠地瞪着秦婉。
秦婉，你敢伤我，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。如果青战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也不会有好下场。临上马车之际，风铃。清月走到他的面前，看着面前坐在轮椅上的男人，从跟他达成协议，还一次都没有帮他治腿解毒，反倒是他帮了自己好几次忙。你别跟着我去，你把平阳送回府，青云瑶师傅那里我自己去，我会把青战救出来的。如果我出了事，你让人去北苑小花园第2种牡丹花那里，我埋了一个木箱子，里面有2本典籍，你把它交给王老，让他钻研上面72序章的针法，还有我记下来的解毒方法，可以救你的。他这样去找青云瑶的那个师傅，算得上是自投罗网，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他出了什么事，凤鸣那里他就食言了。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哼，本王是贪生怕死之辈。可是，哼，走了，磨叽什么？但显然凤鸣不想听，已经转身滚动了轮椅上了马车。秦云瑶缩在一旁，垂下的眼睛一片恨毒。等会儿见到了师傅，定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马车一直朝着郊外跑去，大约1炷香之后，马车停下，已经到了山脚下。我师傅就住在这里面，你不是想要见我师傅吗？那就进去吧。一把将他扯向了马车，朝着里面走。走过了2个山坳，终于在一处空地中看到了一个茅草屋。喊人！秦云瑶被反绑着双手，他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，要喊自己喊。”按理说，他们几个人过来造成的动静不小，可是那茅屋的门却始终没有打开，里面的人也没有出来。中午，过去看看。中午当即领命，上前一把将门推开。屋内漆黑，门推开的瞬间，扑鼻的血腥味冲上鼻尖。抬眼看向屋内，他惊恐的当即退后2步，脸色都煞白了。怎么了？清月的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抓着青云瑶大步的走向门口。王妃，青儿稍打。清月身至一侧，抬眼看向了屋内，只一眼，肝胆俱裂。他愣愣地看向屋内，昏暗的房间内，一个人影被吊在了那里。他脚底下全都是鲜红的血，而他的一张脸却是惨白惨白的。清月浑身控制不住的发颤，他甚至双腿有些发软，几乎都站不住了。凤玲看到几个人的情绪不对，当即拧眉上前。凤玲也没想到屋内会是这样的场景，一眼看去，心口都跟着狂跳。中午，将人放下来，看看还有没有呼吸。中午刚要动作，秦婉却是快于他奔向了青战。他一匕首砍断了吊起青战的绳子，接住了他倒下去的身影。清月浑身都在颤抖，他紧紧地抱着青战，抬起手抹上他的脉搏，只要还跳动，他就一定能救二哥。可是毫无波动。他低下头趴在了青战的心口处，听他的心脉，可是依旧没有。他双眼压抑得通红一片，从怀中取出了银针包，对着青战的几大穴道就开始施针。二哥，你醒醒！二哥！清月颤抖着唇瓣喊着青战，可是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将自己所学的最厉害的针法都扎在了青战的身上，可是没用，人依旧没醒。秦婉，青儿她走了。就在这时，肩膀被人按住，凤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凤玲何时来到他的身边，他都不知道。不，青战没死，他只是睡着了，我会叫醒他。凤玲眉头一拧，总觉得秦婉这状态不对。秦婉，别白费力气，青战已经没脉搏了。凤玲，你烦不烦？我都说了，青战他只是睡着了，你为什么要说人没了？青云瑶吓傻了，她一路被秦婉钳制着到了门口，一眼看到了青战的模样，吓得脑子嗡的一下，当即都忘记了反应。那是青战吗？是二哥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师父为什么要杀了青战？这一刻的青云瑶心里有些复杂，随之而来的却是害怕。
青战死了，他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撇清关系呢？青儿，平阳晕晕乎乎地醒了过来，睁开眼发现自己在马车上。他从马车上下来，发现自己竟然是在一个山坳里，四周都是山和树。他抬脚就要往里面走，总算是瞧见了茅草屋，还有四哥和青姐姐的身影。他快步地走上前去，刚要出声，就见几人都围在了门口，他便也走了上去，然后一眼就看到了屋内的景象。青儿，青儿！他慌乱地喊道，扑到青战的身上，入手一片冰凉，甚至硬邦邦的。青儿死了，青儿死了！那个人杀了青儿，他杀了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！他不停地喊，可是躺在地上的那个血人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青儿死了！你是不是满意了，青儿？你是不是满意了？我满意什么？我满意什么？你说我满意什么？他一连三声的质问，泪流满面，痛苦的情绪再也压不住了。我满意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满意什么？清月双眼都是泪。二哥，你醒一醒，你醒一醒好不好？你醒一醒！他大声地哭嚎着，恳求着，可是怀里的人再也不给他任何的反应。风铃，你救救他，你救救他，我会帮你解毒，会帮你治疗腿，你让我帮你什么我都愿意，你救救他，你让他醒过来好不好？风铃坐在椅子上，这是他第二次看到秦婉哭成这个样子。这一刻的清月是崩溃的，被清月崩溃般的嚎啕大哭惊住的何止是平阳一个人，他对青战，他们两个。凤铃抿了唇，眉头越皱越紧。他跟青战不过谈成秘密1天，感情竟然已经深到了这个地步了吗？整个昏暗的屋子里只有清月一个人的哭声。我错了，二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回来的，我错了。你睁开眼好不好？我不报仇了，你活过来好不好？二哥！秦婉大哭着，整个人处于极度的悔恨和崩溃之中。可他那一声又一声的二哥落下，他一句又一句喊出的话，落在屋内那几个人的耳中，又是何等的惊涛骇浪。二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醒醒，你睁开眼好不好？这一刻的清月崩溃、无助、自我怀疑，而凤铃也终于在秦婉泪流满面之中窥探到了真相。他放在轮椅边上的指尖有些发颤，他想帮他擦干眼泪，想拥他入怀，而他也终于这么做了。他伸出手，一把扣住了秦婉的胳膊，用力一拉，将她紧紧地扣在了怀里。不是你的错，清月，不是你的错。是的，是清月，不是秦婉。他比在场的任何人都要聪明，此时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他似也觉得自己的心脏在抽疼。不是你的错，你没有错。二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回来的。你睁开眼好不好？你醒醒。终是痛到极致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凤铃面色骤变，他一把抱住了清月。清月，你给本王醒过来，你听清楚了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恶人的错，是他们害了你，害了青战。你要就这么倒下去吗？要让坏人逍遥法外吗？你不想报仇了吗？凤鸣怒声呵斥，企图将清月呵斥醒过来。他怕他陷入自责的情绪里，神志崩溃，走不出来。平阳和钟武听到凤鸣的怒斥，都是一个满心不解。清月，王爷是不是喊错人了？平阳双眼通红地看向屋子里坐在地上的青云瑶。青姐姐，
青云瑶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紧接着也呜呜的哭出声。二哥，二哥！平阳眨眼，脑子有些迟钝。是的呀，清月姐姐在那里呢，四哥怎么喊秦婉清月？是他听错了吗？六哥，青姐姐在那里，她是秦婉，她跟青儿什么关系？她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人理会他，大概是凤玲的话起了作用。清月终于从那种绝望的悔恨中抬起头来，他的目光掠过凤玲的脸，终于落在了那边青云瑶的脸上。四目相对，青云瑶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接着就见清月从凤玲的身上起身，然后朝着青云瑶的方向走去。他是你的二哥，你怎么会忍心让他死呢？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他是你的二哥，受着你长大，从未有半点对不起你，为什么要杀了他？青婉，你在说什么？便是他的这一出声，让青云瑶茅塞顿开。秦婉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二哥，是谁杀了我二哥？青云瑶，你不要装了！一把扣住了他的脖颈。你想要什么？亲家都会给你。你喜欢楚燕，我让给你就是。可是为什么要害人？杀了我还不够，如今还杀了二哥。下一个是谁？下一个你会杀谁？是爹爹还是娘亲？我不该想着拆穿你的真面目的，我就该在那个巷子中杀了你，让你多活了这么些日子，却害死了二哥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我该第一时间杀了你的。清月手中的力气越来越大，他拼命的挣扎，伸出手胡乱的打在清月的身上。秦婉，你放开秦姐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赶紧放开她！秦云瑶得了喘息，拼命的咳嗽起来。平阳，秦婉疯了，是他杀了二哥，一定是他们杀了二哥，如今却又想杀我灭口。平阳，你快跑！平阳整个人都是懵的。平阳，下去，跟你没关系。六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青儿到底是被谁害死的？秦婉为什么要伤害亲姐姐？你们到底瞒了我什么？秦婉为什么说亲姐姐害死了二哥？亲姐姐怎么可能会害二哥呢？凤玲一张脸沉得厉害，她也不知该如何跟平阳解释这件事。平阳，你被骗了，是秦婉和凤玲的人杀了二哥，他们又故意上演这样一出大戏，是他们杀了二哥。平阳整个人都被吼懵了。秦婉，我秦姐姐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青儿真的是你杀的？六哥，清月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你们杀的青儿，是不是？你们还骗我将青姐姐也给骗了出来，给带到了这里，你们是不是想连我也一起杀死？凤玲听到平阳的质问，她一双剑眉拧得越来越紧。她不是清月。六哥，你什么意思？她不是清月，她是谁？你是在骂我是个瞎子吗？还是骂我是个傻子？连我清月姐姐长什么样子都认不出了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她不是清月，她是青云瑶。平阳，别信他们的话，他们杀了青儿，还想杀了我，编造谎言，混淆视听，他们欺骗了你，利用了你。六哥，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？青云瑶早就死了3、4年了，你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瞎话？我知道我脑子不够聪明，可我不是傻子。你们利用我将青姐姐骗出来，是为了伤害她吗？我不准！够了！终于他冲上了青云瑶，直到他被一脚踹倒，脖子被紧紧的钳住。青儿，你
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，青姐姐！清月猛地抬头，手中一块碎银猛地掷出，打在了平阳的膝盖关节处，顿时摔倒在地。六哥，你快阻止秦婉，他疯了，他要杀了青姐姐！凤玲终究是拧眉未曾出声，她早已看出秦婉已经在崩溃的边缘，若不由她发现，她怕她会倒下去。如果我早就杀了你，何至于有今天的事情？何至于让二哥惨死？青云瑶，我要杀了你！匕首高高的举起，对着青云瑶的心口直刺而下。月儿，小心！同一时间，只听一声厉喝，一直坐在轮椅上的凤玲猛地出手。阿燕哥哥，阿燕哥哥，二哥死了！二哥被秦婉和凤玲害死了，他们还想杀了我！凤玲，你要造反！回应他的是凤玲的一声冷笑。听到青云瑶的颠倒黑白，清月只觉得脑袋一抽一抽的疼，他手中还抓着青云瑶没有松手。秦婉，放开他！楚燕，秦婉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本王再说一遍，放开月儿！我从来没有这么一刻这么清醒。我想你们现在就去死。你很爱他是不是？那你替他去死，行吗？你去死，抵我二哥一条命，我就松开他，行吗？你二哥是谁？一双寒眸却在观察角度，想要寻找最佳的机会出手。楚燕，你在想从哪个角度偷袭我，对吗？那你信不信我就是死也会拉着他垫背？楚燕一顿，有种荒谬感。面前的秦婉竟然看穿了他的想法，他似乎极为了解他一样。凤玲，你确定要闹得这么难看吗？凤玲的手指搭在轮椅上，没有接话。这边清月手中的匕首却是轻轻的一划，只听一声闷哼，青云瑶的脖颈上顿时出现了一道血痕。秦婉，你不舍得为他死吗？你不是很爱他吗？怎么现在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受伤呢？楚燕的呼吸都重了许多，眼中的厉色越来越深。你说他既然这么爱你，又为什么能忍受你顶着别人的脸呢？你还记得你原本的样子吗？你顶着这张脸欺瞒世人，招摇撞骗，害了多少人？他用怒目看向楚燕。你背叛我，负我，伤我，却又日日对着我的脸，你心中无愧吗？你们这两个狼心狗肺之人，有什么资格用我的脸？下一刻，手中的匕首猛地落下。住手！楚燕的暴喝声和青云瑶呲裂的喊叫声冲破云霄，鲜血溢出，一染红了半边脸颊，一条血红的伤口横穿右脸。青姐姐，你的脸！秦婉，你杀了青姐姐的脸！你这个毒妇！你这个疯子！平阳也吓傻了，他是万万没想到秦婉竟然会这般狠毒。我的脸！我的脸！阿言哥哥，我的脸被秦婉毁了！秦婉，本王要你的命！此刻他的眼中都是冲天的杀意，持剑便朝着秦婉冲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凤玲手中的金线猛地飞出，将清月一下子撞到了他的腿上。凤玲，本王与你不死不休！众暗卫听令，捉拿誉王与王妃，生死不论！一声令下，众影卫瞬间动了。可也就是在同一时间，无数道暗影自暗处现身，当即冲向楚燕带来的人。那是凤玲的影卫，两帮人顿时僵持。四哥，有话好好说，打打杀杀做什么？还是说，你以为就你自己带了人过来？凤玲凉凉抬眼，他松开了清月的腰之后，却一直没有松开他的手，紧紧地握着，气氛冷凝而僵持，双方俱是不相让。秦云瑶捂着脸，被楚燕揽在怀里，不停地发着抖。正在双方僵持，另外一批脚由远及近而来。幽王爷，有震耳的消息了吗？
这是出了什么事儿？爹爹，我的脸被秦婉毁了，还有二哥，他们杀了二哥。什么？青雷山的脑子嗡的一下，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。爹爹，二哥死了，他被人害死了。二哥。他僵硬地转动目光，看向了屋内躺在那里的一个人影。他踉踉跄跄地冲过去，青雷山蹲下身子，他握上儿子的手，冰凉一片，却是始终不敢相信，这真的是他的儿子。婵儿，爹来了。清月根本就不敢去看父亲的身影，他站在那里，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灵魂。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要被撕碎了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。爹爹，对不起，是我害死了二哥，都是我的错。岳王爷，岳王妃，老臣的儿子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，竟遭此横祸，惨死荒野？请您告知老臣，老臣的儿子他犯了什么错？青将军，青二少之死跟本王没有任何关系。跟玉王爷没有关系，那就是跟玉王妃有关了是吗？玉王妃，我们青家跟你是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要伤我亲家儿子，毁我亲家女儿。不是我。可是那辩解的声音实在是太小，才刚出声就被青玉瑶的哀嚎声打断。爹爹，我的脸好痛，好痛啊！老臣，爹要将今日之事上达皇上，求一个公道。王爷，我们走。月丫头的脸，先回去找御医。楚燕亦是一脸冷沉，她胸前的伤口也迸裂开了，若再僵持下去，只怕也是要两败俱伤。而月儿耽误不得。走。青雷山含泪就要背起青战，清月双目含泪看向自己的爹爹，却忽的目光骤然而紧。只见他之前扎在二哥身上性门穴的银针似是颤了几下，接着入了3分，只剩下一个尾端。那是……清月的心口炸裂，呼吸顿时卡住，死寂的眼当即焕发出一些生机。住手，别动！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将军，你不能带走他。本将不能带走他？本将为什么不能带走他？他是本将的儿子，本将为什么不能带走他？秦婉，你害死了二哥，却不让父亲将二哥带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是不是要毁尸灭迹？阿燕哥哥，你一定要为二哥做主，为亲家做主。秦婉他怎么可以这样狠毒和过分？他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秦婉小儿，你凭什么不让本将带走自己的儿子？凭什么？秦婉，你又要发什么疯？你为什么不让秦将军带走自己的儿子？亲家小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毁我亲家女儿的脸，如今口出狂言，不允许本将带走自己的儿子，是不是太过于嚣张跋扈了些？他没有反驳，也没有解释，因为说了也没用，没人会信他是清月的话，只会当他是个疯子。而在场只有一个人会帮他。清月的眼睛带着一丝恳求般的看向了凤玲，与他寒凉深幽的目光对上，凤玲的凤眸轻轻的一动。他虽不知清月为何要留下青儿的尸体，但按照过往他对她的了解，这个女人不会做无用功。青战的尸身留下，青将军你不能带走。岳王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老臣的儿子被人害死，老臣想将他带走却都不行吗？凤玲，你莫要欺人太甚。哼，若论欺人太甚，本王比得上皇兄你。岳王爷，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老臣的儿子已经被害死了，你当真让老臣连个全尸都不能带回去吗？青将军，本王带人来的时候，青儿已经死了，
如今却被幽王妃诬陷是杀了青战的凶手。这件事总要查清楚的。青儿死的蹊跷，他的尸身便是最重要的线索。本王不会对青战的身体做什么，但会将其交给大理寺请仵作验尸，查出其真正的死因。还望青将军理解。青战的死是不是跟六弟你有关尚且再论，但人我们必须带走，没有给你们的道理。楚燕，人今天你肯定带不走，否则我们就一直耗下去，就看幽王妃那张脸熬不熬得住了。青云瑶咬着牙，他能感觉到右脸颊已经疼到麻木，连开口说话都有些木木的。老臣要进宫见皇上。岳王爷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老臣一定要如实告知皇上。哥，走。清月闭上眼，眼看着青雷山转身，终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。平阳，跟过来。青姐姐，你们走吧，我要跟在青儿身边，我要看着她，不能让人伤害她。平阳，跟过来，你是今日整件事情的证人，你不能出任何意外。回去跟四哥一起去见父皇。平阳一愣，有些左右为难。他下意识地抬眼看向凤灵，他的六哥以前跟他的关系很好的，真的会伤害他吗？平阳也要留下，你不想跟着青儿了？四哥，你跟青将军先走，赶紧去找御医看月姐姐的脸，我就跟着青儿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若是出事，就是青婉干的。不行，我不放心。平阳，你跟月姐姐走，月姐姐不能让你跟着他们。二哥已经出事了，你绝对不能有个闪失，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二哥交代。我说了，平阳留下，誉王府保他不会出事。你一直想带走他，是在害怕什么？我是害怕，我害怕你们心狠手辣，对平阳不利。你能杀了我二哥，毁我的脸，定然也能做出伤害平阳的事情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你伤害。那我就用我的命起誓，若平阳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自刎谢罪。现在你还有理由拦着他留下吗？哼，你说这种话有什么用？若是平阳出了事，你死了能换回他的命吗？匕首上抹了木镯草叶，半个时辰内伤口麻木，皮肉僵硬，1个时辰之后溃烂流脓。若错过最佳治疗时机，永久毁容，便是天上神丹也别想治好你这张脸。秦婉，解药。他的师傅医术不是很厉害吗？解了你的毒，救了你的命，那么帮幽王妃治一下脸有什么难的？原来是你啊，那一晚的女刺客是你。别装了，恶心。好，秦婉，新仇旧恨，这笔账本王记下了。将军先走，玉儿的伤要紧。岳王爷，岳王妃，郡主与老臣的儿子自有完办，还要送老臣的儿子这最后一程，老臣心领郡主之情。但若郡主有个好歹，老臣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老臣便在京城内等着。秦雷山落下最后一番话，而后转身就走。楚燕和青雷山的人一撤退，这草屋内就只剩下凤灵的人。凤灵刚要说话，就见站在那里的清月忽地冲向青战。青婉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动青儿试试？他大怒道，是真的被青云瑶那句毁尸灭迹给影响了。却见清月理都不理他，而是快速地摁压青战的胸口，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。青婉，你这个疯子，你在对青儿做什么？青姐姐说的对，你就是个毒妇，你想毁尸灭迹。他大声吼道，抬脚就要冲上去，却见凤灵一抬手，手下中武立刻就冲了上去，当即拦住了平阳。放肆！这边清月重锤了青战的心口好几下，随着清月的重锤，那扎在青战身上的银针似隐有颤动。清月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趴在青战的心口，终于察觉到一丁点微弱的心脉。够了，足够了，只要不是生机全无，那么就还有机会。凤灵，
我们回府。好。青婉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刚才折腾青儿做什么？回府，派人保护好平阳，他现在很危险。清月没有理会大吼大叫的平阳，只出声嘱咐道，嗓子哑得有些厉害。秦婉，你不用用这种话吓唬我，我平阳从来都不是吓大的，我能有什么危险？还是说你连我也要灭口？是有人想灭你的口，但不是我，而是那个抓走青战的人。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少吓唬我，那个黑衣人说不好就是你们的人，你们……唰，清月猛地回头，那眼神太冷了，竟是直针的平阳深深地将后面的话给卡住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平阳，你今年19岁，早已及笄，不是小孩子了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去认真的想一想事情，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二哥，青战被害，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你就算没有线索，但也不该根据幽王妃的话就怀疑到我跟凤玲的头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青战被抓走之前，为什么让你来誉王府？有可能是我听错了，青儿说的可能是凶手是誉王府，不是让我去誉王府。青婉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又是个什么好东西？心狠手辣，恶毒无比。就算是青姐姐误会了你，你做什么毁她的脸？你就是个毒妇。平阳，闭上你的嘴，再多说一句，你就自己回去。平阳的心里愤愤不平，压着怒火，他才不走，他就要跟着青儿。凤玲唤来属下拿来担架，将青儿的身体放了上去。他身上被我扎了一些针，你们千万不要碰掉。是。凤玲一声令下，暗影们随即护送凤玲他们回府，却不想便有属下匆匆来报，王爷，府上有刺客闯入，谢公子受了伤。走。凤玲和清月快速地进府，只见青石板路上拉出长长的血迹，不少侍卫躺在地上生死不知。主子，谢公子在北院西厢房。凤玲的脸色一凛，控制轮椅就朝着北院的方向走。清月刚要跟过去，脚步却跟着一顿，不知是不是心有所感，猛地回头。平阳，小心！清月一声厉喝，整个人飞身而起，当即冲着那道黑影。众影卫！数道人影迅速随着黑衣人逼近，黑袍在空中画出了一道长长的弧度，接着就地一滚，手中的利刃钩子一下子勾破了一暗卫的胳膊，撕扯下来一块血肉，接着抬脚就往暗巷子里窜。追！小心有诈！话音落下，就见几个影卫拖着自己的同伴纷纷地退了出来。只见那两个被拖着的人脸色青紫，浑身抽搐。清月迅速上前，立刻蹲下身子检查。中毒。话音落，直接拿出身上的丹药给两个暗卫当即喂下，很快两个影卫都不抽搐了。我写个药单，下去熬药给他们喝下去，速度要快。多谢王妃。整个王府都动了起来，这是清月第一次在众人的面前以医术亮相，震惊众人，包括平阳，他整个人都看傻了，好半天都忘记了反应。但他却知道，刚才若不是秦婉救他，他就完了。是他，就是他，六哥，秦婉，就是刚才那个人，昨晚上就是他抓走青儿的。先进来，凤玲，你先让人将青战给放好，好生看护，万不可出一丁点差错，也别让人靠近他。好。平阳此时是一句话也不敢多说，紧紧地跟在清月和凤玲的身后。他们疾步走向北院，去看望受伤的谢景环。怎么样？王爷，谢公子受的只是皮外伤，老臣帮忙将伤口包扎了，应无大碍。我没事。秦姑娘，平阳郡主。谢公子，身体还有其他不适吗？多谢秦姑娘关心，只是受了些外伤，并无其他大碍。
这2个月，我几乎走遍了3国，找齐了药单上的那些药材，第一时间赶回京城就来见你，想着将药材送过来，省得夜长梦多，却没想到撞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在王府后院翻找东西。凤玲瞳孔一缩，我当即就跟他打在一起了，惊动了你府上的守卫。他武功高强，且招式诡异，身怀异毒，折了好几个府卫都没能将他擒住，最后让他逃了，我也受了点伤。凤玲却是面色微沉，跟秦婉对视了一眼。尚且不知对方是什么身份。是他，就是他昨晚抓走的青儿，用毒蛇咬的我。没人理会他，清月和凤玲基本都猜到了。平阳，你自幼最爱丹青，临摹的人物图最是出神入化，你现在就去将那黑袍人的面容画下来。好。平阳立即点头，接着就是一顿，眉眼不解地看向清月。你怎么知道我自幼最爱丹青，最喜爱人物画像？有一次你六哥说过。哦，这样啊。凤玲的凤眸动了动，没有拆穿清月的话，只是换了人来给平阳拿过来纸墨笔砚，让他将黑衣人的真容给画下来。你们遇到了什么事儿了？他昨晚上劫持走了青儿之后，应该是对他进行了好一番折磨，而这个过程中平阳是在昏迷之中的。平阳醒过来之后，我们便带着他去找青战的下落了，应该是正好与他错开了，以至于他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府。他是来找什么的？管家刚才清点了一下，没发现少了什么东西，但好几个房间都有被翻动的痕迹。所以那个怪人为什么抓青儿？为什么要害死他？平阳这话一问，屋内瞬间静了一瞬。锦芝，我这次刚回京，便接到了一个消息，说是前几日幽王遇刺中毒，是幽王妃的师傅给治好的，而幽王妃的师傅是无双老人，可有这回事？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不可能。谢景环和凤玲都抬起眼看向他。帮凤玲解了毒的人绝不会是无双老人。画像画好了吗？平阳点了点头，将手中的画递出。清月接过来人物画像，仔细端详，眼睛也是越来越冷，似是要将他的模样刻印在脑海深处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人在背后操控了一切，也是他虐杀了二哥。无双老人是清月的师傅，但不是幽王妃的师傅。清月没有解释，这里面唯有凤鸣听懂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侍卫禀告的声音：主子，宫中来人，请您和王妃还有平阳郡主立刻进宫。来了，前后不过1刻钟的时间。平阳一愣，他眼睛有些复杂地看向秦婉，有些烦躁地开口：秦婉，我现在大概知道青儿的死跟你还有六哥的确没有关系，我会如实禀告黄伯伯的，也会将真相告知青姐姐和青将军。但是你发疯划伤了青姐姐的脸，这件事是你自己的责任，肯定不能就这么轻易算了的。但你也救了我，到时候我会帮你说说好话。总之到时候你态度好点，至少你要好好跟青姐姐道歉，取得原谅。你最好祈祷青姐姐的脸没事吧。平阳，你不是想要知道杀死青儿的是谁的人吗？进了宫，我会揪出凶手。今晚你要是真能找出杀害青儿的凶手，我平阳就在这里发誓，以后你指哪儿，本郡主打哪儿，将你列为自己人。清月没有接他的话，只是看向了凤玲。放心。哼，是，你放心。谢景环左右看看这2个人，总觉得自己离开了这2个月，这2个人之间的气氛好似有些不对劲了。谢公子，我有王爷进宫，府上的事情还望你多多费神，青儿那里万不可出一点差错，拜托您了。秦姑娘放心，谢某就在这里等着你和锦芝回来。多谢。马车朝着皇宫哒哒哒地奔跑。
一路上，平阳瞥了秦婉好几眼，他发现这个女人整个气势都好像有些不一样，很冷且透着无边的凌厉。秦婉，你很害怕吧？不怕。被秦婉2个字打发，本是想要找个话题跟秦婉聊聊的平阳憋了一肚子的气，直接就转向了一边，他就不该想着跟秦婉沟通。马车跑入了皇宫，入了镇阳门停下。清月突地抬起眼，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平阳，你最好都情绪冷静，保持清醒的头脑。哼，我肯定冷静的实话实说。凤玲，今天应该便彻底撕破脸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输，也不会让你输。青儿，你没事了？还有一口活脉。青将军肯定要将青儿要回去的，你可有了应对之策？有。几人在宫中大太监的带领下，很快便带到了承乾宫。幽王妃、幽王爷、平阳郡主。紧接着3人进入了乾清宫，殿中坐了不少人。秦婉，跪下！秦婉唇瓣轻轻一抿，二话没说，当即跪倒在地。秦婉，你可知错？皇上，秦婉不知自己错在哪儿，还望皇上明示。砰的一声，楚皇面前的茶杯被狠狠地摔在地上。你还敢狡辩？茶杯被摔得4分5裂，其中一块碎片划过清月的额头，顿时就出现了一道血痕。父王，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吗？你就这么大的怨气？凤玲，还有你，朕是不是太惯着你了，让你越来越无法无天？你这是娶了个什么女人？杀人毁容，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？他干了什么？他杀了谁？六弟，你跟秦婉的所作所为，我已全部告诉父皇。亲家不仅是朝廷重臣，更是本王王妃的父亲。他的二哥被害死，他的脸被割破，且你还扣着侵占的尸首拒不归还，这桩桩件件，我已全部告诉父皇。皇上，老臣只求一个公道。皇上，臣妾有些话一直憋在心里，从来不曾当面说过。您宠爱凤贵妃，更宠爱她的儿子。自六殿下伤了双腿，您对他的宠爱更是变本加厉。可是如今您看看他都做了什么事啊？杀人呐，杀的还是重臣之子。所谓天之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您这次还要包庇他吗？皇后娘娘，您有什么证据说卿家二少是凤玲所杀？所谓凡事都要讲证据，您就这样妄下定论，直接给人定罪，是不是有些不好？证据，本宫的儿媳就是证据。看看青丫头那张脸，看看青将军那双眼，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侵占尸身的人。还有平阳，他亲眼看到秦婉和凤玲劫持了青月丫头，若不是燕儿及时赶到，月丫头可不只是被毁了脸这般简单，怕是都没命了。锦芝，婉丫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说话呀！你们父皇在这里，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只要你们说出来，你们父皇一定会给你们做主，也会秉公处理。哼，凤贵妃这话说的确实对，是该让皇上秉公处理。天子犯法，还与庶民同罪呢。凤玲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这件事你可知情，还是只是被秦婉蒙骗了？父皇，你要说清楚是哪件事？是侵占之死这件事，还是幽王妃被划破脸这件事？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、长公主，所谓判案，3堂会审，人证物证俱都齐全才可断案。一件事情万没有只有一方说话的道理。我虽不知幽王爷和幽王妃是如何跟皇上说的，但皇上、皇后娘娘似乎认定了我就是杀死侵占的凶手。秦婉，你的意思是本宫冤枉你了？侵占不是你杀的，月丫头的脸不是你划的。皇后娘娘，咱们现在说的是第一件事儿，
青战之死的凶手是谁。等这件事了了之后，再追究陈女划越王妃脸的这件事，这是2件事。张狂！本宫真是好久没见过你这般张狂的人，今日本宫倒是要看看你如何狡辩。幽王妃，是您说的青战是我所杀，是吗？您亲眼瞧见了吗？我并未亲眼瞧见，但是你挟持我是真，将我挟持到二哥被杀害的地方，难道是想杀我灭口？哼！若不是你杀了二哥，你如何知道我二哥是在哪里被杀的？好，你话既然这般说，那么这件事就应该问平阳郡主了。平阳郡主，你能否当着皇上、皇后、贵妃娘娘以及所有人的面前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？平阳从进来就一直没有说话，他咬着唇站在那里。平阳，我听月丫头说了，整件事你是见证者，是吗？平阳听到自己娘亲的声音，眼睛顿时就是一红，眼泪唰的一下就落了下来。哭什么？有什么说什么，保证你说的话必须公平公正，无需向着谁，也不用包庇谁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着皇上的面如实说出来。平阳，黄伯伯在这里，你无需隐瞒，从头到尾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如实说出来。对，平阳，如实说就好，没关系的。事情是昨天晚上发生的，我听说失踪的青儿回来了，所以我就偷偷的跑去青家，想问问他身体怎么样了，结果没见到人。青将军告诉我，青儿去了幽王府。是，老臣的确告知了郡主，青战他去了幽王府。我离开青家，直接就去了四歌府上，因为是偷跑出来的，所以没有马车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天都黑了。我在四歌府邸对街的地方，正好看到了青儿出门。我本来想喊她的，但是却看到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跟着她。青儿才给被人下了毒，我就想着是不是又有人想要害她，所以就赶紧跟了上去。可是我速度慢，拐了好几个弯才跟上去了。我刚出现的时候，就看到青战跟一个黑衣人打斗在一起。那个黑衣人很厉害，也很恐怖，我吓了一跳，当即就惊叫出声，却没想到那个黑衣怪人转身就朝着我冲了过来。然后呢，那个怪人手上缠着一条蛇，一下子就把我给咬了。青儿冲过来救我，却被那个黑衣怪人给抓住了。青战让我快跑，他拦着那个怪人，不让他伤害我。我当时被蛇咬了，只觉得脑袋发昏的厉害，就听到青儿让我快跑，去裕王府。去裕王府？平阳，按照你说的，你是在幽王府对街看到的青儿被黑衣人跟踪，那么就说明你们离得幽王府很近。那为何在青儿遇刺让你离开的时候，却是让你去裕王府？裕王府可是在北边，若是求救，不该是让你去幽王府吗？这是所有人的疑惑。平阳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所有人都想要找到真相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，万不可有丁点隐瞒呢。其实我被蛇咬了之后，整个人都迷迷糊糊，压根儿就没听清楚青儿说的具体是什么话，只听到了裕王府3个字，具体是去裕王府还是幽王府，我也没听清。但我一直跑，就跑到裕王府了，接着就昏迷了。平阳说的有些语无伦次，但是在场的人都是聪明人。平阳，你的意思是你说不准，青战最后留给你的话是去裕王府求救，还是裕王府的人杀了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但是我醒来之后是在裕王府，是秦婉和六哥救了我。其实我觉得杀青儿的凶手不是裕王府的人，因为平阳，杀害青儿的凶手是不是秦婉和凤玲，不用你来判断，你只需将事情的整个经过说出来就可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？皇嫂，您急什么？让平阳慢慢说就行了。平阳，继续说。然后我醒来发现我在裕王府，我整个人都有些慌了，想着我怎么会在裕王府呢？我应该在幽王府，我就哭着喊着想去幽王府找人救青儿。然后秦婉和六哥就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就说青儿被坏人抓走的事情
然后平阳住了嘴，有些不想说了，抬眼看了一眼秦婉，欲言又止。继续说就行了，没关系。然后秦婉就让我将青姐姐约出来，说是商量去救青儿的事情。然后我就把青姐姐喊出来了，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秦婉就把青姐姐给掐住了。秦婉，这你要如何解释？清月没有作声，只是垂着眼。平阳，你接着说。我肯定是要上前去阻止的，但是秦婉她很激动，直接将我一个手刀给劈晕了。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马车车厢里面，然后我下车找过去，就看到了被害的青儿，还有被钳制住的青姐姐。月丫头，秦婉和凤玲劫持了你吗？他们又对你做了什么？父皇母后，我看到二哥的尸身之后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他们却逼问我师父的下落，我说不出来，与秦婉发生了冲突，他便用匕首割破了我的脸，逼我师父现身。若不是阿影哥哥来了，恐怕我也凶多吉少。其实月儿知道玉王爷腿疾严重，这些年一直在找无双老人，可我师父这个人脾气很怪，压根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的行踪和线索。这一次出现在京城也是误打误撞，我也跟师父提了这件事，想让师父去看看玉王爷的腿疾，可师父当时没有答应，我也便不能勉强。可也没想到玉王爷你们会这般等不及，不仅杀了我二哥绑我出来，甚至还割破了我的脸，以此来逼我的师父出来。这件事我是无论如何也原谅不了的，还请父皇母后为玉儿做主。青云瑶重重的跪地，隐忍的双眼看得人无不动容。好啊，好一个秦婉，好一个凤玲，当真是胆大包天呐！就为了这么个原因，你们竟杀重臣之子，甚至暗杀平阳，利用平阳绑架暗害月丫头。如今人证物证都有了，你们还有什么要狡辩的？那凤贵妃已经摇摇欲坠，娇艳的脸上已经没了血色。皇上，惊鸿正义养的好女儿！哎呀，皇上恕罪，老臣有罪，生下此等孽女。当初这孽女出生之时，便有天使批命，说其命格凶悍，可人克己，所以老臣才在她一出生之时，便将其送到了乡下去养。本想着这辈子都让她留在乡下，谁曾想玉王爷竟上门求娶。老臣当时委婉地跟玉王爷说了此事，但玉王爷他却是铁了心。如今这秦婉竟为了讨好玉王爷，做出此等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实在是罪无可恕，不配为玉王妃。老臣请皇上做主，剥夺她玉王妃的称号，赐其女3尺白绫，以儆效尤。秦相爷，本王的王妃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智慧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王爷恕罪，恕罪。秦婉，你现在可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臣女自是有话要说。皇上，幽王妃所指控的一切我皆不认可，因为无双老人不是她的师父，而是我的师父。胡说八道！秦婉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无双老人怎么可能是你的师父？我10岁便与师父相识，只是遵从师父的话，瞒着所有人这件事。若不是这一次阿燕哥哥中毒，我也不会暴露这件事。你是哪里来的脸面说这种话？哼，秦婉，你是知道自己罪大恶极，罪无可赦，所以开始胡言乱语了吗？你什么身份，谁人不知？一个被秦家丢在乡下的不要的女儿，也配认识无双前辈？本宫劝你最好乖乖认罪，莫要胡搅蛮缠，浪费所有人的时间。秦婉所说句句属实，无双老人真的是我师父，皇后娘娘为何不信？本宫2日前才见过无双前辈，是他救了燕儿的性命，也见到无双前辈与月丫头以师徒相称，跟你秦婉有什么关系？你莫不是得了妄想症？可是我有师父的画像。他话音落下的同时，手中一张画像便直接呈到了萧皇后面前的桌子上。青云瑶一愣，接着瞳孔一缩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秦婉，你真是可笑至极，倒真让你弄了一张无双前辈的画像过来，但这有什么用？
你以为你拿着这么一张画像就能说明你是无双前辈的徒弟了？哼，说吧，无双前辈的这幅画像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可是皇后娘娘，您听说的，这画上之人是无双前辈？放肆！本宫2日前才亲眼所见无双前辈救了燕儿，岂会认不出来？今晚你不必再拖延时间，皇上，该您定夺了。金将军、月丫头，还有尸身都被誉王府夺走的侵占，都等着您给个公道呢。不对！平阳瞪大了杏眼看着萧皇后，突地抬脚冲上前去，一把夺过了萧皇后手上的那幅画像。平阳，你干什么？皇后娘娘，你说这画像之上的是无双老人？怎么，你也认识？平阳，怎么了？娘，这幅画是我画的，可我画的就是昨天晚上杀了我、抓走青儿的那个怪老头啊！青云瑶一口气卡住，脑子嗡的一下乱了。什么？平阳，你在说什么？长公主也很是不解的出声，不止长公主，包括萧皇后还有楚燕都愣了下。平阳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人是无双前辈，怎么可能是抓走青儿的刺客？你脑子不清醒了吗？青姐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画像之人是无双前辈吗？是你的师父吗？可是他为什么抓青儿？为什么杀他？平阳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画上之人怎么可能杀害二哥呢？我怎么可能会看错？我昨晚上与那个黑袍怪人面对面了，他就跟我四目相对的掐我的脖子，我闭上眼睛就能记起他的样子。这幅画像就是我刚刚画出来的凶手。可是为什么萧皇后说他是无双老人？你自己也承认了他是你师父。青姐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师父抓走了青儿，杀了他吗？今晚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？你说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大家所见，这就是事情的真相。哪里是我杀了青战，是幽王妃的师父抓了青战，甚至差点杀了平阳灭口。所以在平阳跑到誉王府求救之后，我跟凤玲在第一时间去找了青云瑶，逼他说出他师父的下落，想着在最快时间内救出青战，却没想依然是晚了一步。胡说八道！秦婉，你休要污蔑我的师父，我的师父怎么可能会杀害我的二哥？是你策反了平阳，故意栽赃陷害我的师父，想要撇清自己杀人的事情，是与不是？青姐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相信我？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？平阳，你不要说假话，是不是秦婉和誉王爷对你说了什么，你才会画出我师父的画像，说他是杀二哥的凶手？没有，我没有说谎。秦婉和六哥也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过什么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画的就是凶手。青姐姐，你不相信我？你竟然不相信我吗？平阳，本宫往日里待你不薄，平日里你跟青儿的关系也很好，那你为何要跟誉王府狼狈为奸，颠倒黑白，竟然将杀人罪名栽赃到无双前辈的身上？你可知这件事情若是被无双前辈得知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？你们不信我，你们以为我在说谎，以为我跟誉王府狼狈为奸，说什么屁话？我平阳活了这么大就没说过谎，更何况我跟秦婉什么关系？我待见他吗？他是杀了青儿的凶手，我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他。就是这个人要杀我，抓走了青儿。难怪青儿让我快跑之前去誉王府，他肯定知道这个人是青姐姐你的师父，知道是谁要杀他，所以他没有让我去幽王府，而是让我求出秦婉和六哥。平阳，我师父不会杀害我二哥的。平阳，你告诉本宫，誉王府究竟怎么逼你将无双前辈牵扯进来的？皇后沉着脸弄道。皇嫂，请您慎言，平阳这个孩子什么性情，大家应该都很了解，骄纵有余，但性子随我，最是正直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不会说谎，更何况他跟青儿之间那是多少年的情谊，大家都是看在眼里。青儿更是为了他才被坏人抓走的，他会为了包庇凶手而去做假证。而且若论交情，平阳跟月丫头和青儿多少年的感情了，他跟秦婉，不说别的，就前些日子我大寿，
这孩子还找了秦婉的麻烦，那是为月丫头出气呢。况且这幅图像没拿出来之前，平阳可是把整件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。原本也是怀疑这刺客怪人是誉王府的人，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推测。如今突然找出了这黑衣刺客的身份，你们怎么倒是不认了呢？长公主语调凉凉，脸上似笑非笑。她不出声倒好，一开口就是一针见血。行了，你来说。皇上，事情就是凶手就是幽王妃的师傅，是他杀了青战，而他也根本不是什么无双老人，因为我的师傅才是无双老人，幽王府的师傅压根儿就是个不安好心的冒牌货。秦婉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！众人更是没有想到秦婉会说出这么一句话，竟是愣得半晌没有回过神来。哼，你可是真敢说呀，秦婉！你一个被秦家弃养的丫头，自小被扔到了庄子里，竟敢大言不惭说自己是无双前辈的徒弟，你哪里来的脸呢？你栽赃无双前辈也就算了，还往自己的脸上这般贴金，你是把本宫、皇上还有众人都当成傻子在糊弄吗？你这孽障，还不赶紧闭嘴！没关系，大家不信也没事，我们便一点一点的来说，一点一点的复盘，总会找出真正的凶手。秦将军，你也一定想找出真正的凶手，对吗？是，老臣只有一个真相，要一个公道，要找出谁才是杀害老臣儿子的凶手。秦将军，前些日子青战喝了一碗红枣粥中毒，药石无医，整个御医院都无人能救，臣女与王爷去了一趟将军府。是，前几天府上遭了刺客，第二日战儿喝了一碗红枣粥，随即中了毒。这件事皇上也知道，皇上还派了御医院手去亲家，但战儿中的毒很是古怪，院手让老臣做好心理准备。是，将军可还记得王爷让他府上的医师诊断了青战的病情，亦是不容乐观。确有此事。然而当晚青家入了刺客，劫走了青战，那将军可知道被劫持走的青战是被谁救了？誉王妃什么意思？从青家离开之后，我和王爷便跟王老讨论了青战所中的毒，想要找到解毒方法，毕竟是一条人命，您又是国之栋梁，重臣之子，理当想尽一切办法救的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临近半夜，终于让我们查到了解毒方法。王爷怕青二少等不了，连夜派了人去将军府救命，却不巧正碰上刺客闯入青家，抢了青二少逃跑，于是人便被我们誉王府的人给救下来了。清月娓娓道来，这些话自是他编的，他不喜欢说假话，尤其不舍得骗爹爹，所以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叙述那晚的真相而已。秦丫头，你的意思是青战被刺客劫持，是誉王府的人救了他？是的，母妃。然后呢？以为青家进了刺客，青二少昏迷不醒，命在旦夕，于是王爷的手下不敢将青战送回将军府，便直接带回了誉王府。然后我跟王老用了各种办法，将青战的命给救了回来。原来如此，青战的命都是你救的，何来刺杀一说？秦婉，谁能证明你说的话？青儿已经不在，怎么说都是凭你一张嘴吗？你说青战是你救的，就是你救的。皇后娘娘不用急的，我所说的话自是会拿出证据。因为青家进了刺客，青战当时又很危险，命在旦夕，何况也不知道能不能救过来，更怕生出误会，所以臣女与王爷商议一番之后，便没有给青将军送信，这一点很抱歉。等次日青战被救过来了，苏醒之后，便让他第一时间往府上送了字条。青将军，是这样吗？是，的确如誉王妃所说，那若青战真是誉王府所救，那么所谓的绑架刺杀压根儿就不成立。难怪青儿让我往誉王府跑，他是知道秦婉是懂医术的，因为我被蛇咬了，他想让秦婉救我。平阳难受极了，哭得不能自抑，哭得楚皇脑瓜子都嗡嗡的。凶手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怪老头。秦姐姐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是不是也被他骗了？他根本就不是好人，他杀了青儿，杀了你的二哥呀！我不相信，我还是觉得这其中是有什么误会。我的师父怎么可能杀二哥？绝对不可能的。
我不信。本宫也不相信无双前辈没理由这么做，况且本宫也见过无双前辈，他才救了燕儿的命，这其中定然是有误会。青将军，你相信杀死青战的凶手会是无双前辈吗？青雷山他没有回答萧皇后的话，反而在思索了一会儿，又看向了秦婉。岳王妃，老臣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平阳郡主醒来之后告诉您战儿被抓了，您第一时间便让平阳郡主将月丫头给喊了出来，接着绑了她去找她的师傅，是吗？对。岳王妃，你是为何第一时间便怀疑到了月丫头师傅身上的？前几日幽王爷遇刺，听闻无双老人现身救了其性命，我甚为疑惑，因为我的师傅才是无双老人，那么幽王妃所谓的师傅又是谁呢？联想到青战中毒，接着又被刺杀劫走，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怀疑到了他的身上。一个冒充我师父无双老人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因为平阳中了蛇毒，昏睡了好久，耽误了许久时间，我恐青战凶多吉少，所以第一时间便让他去将幽王妃喊出来，也没时间解释，毕竟时间紧急，只能采取强硬手段逼幽王妃说出他师父的住址。没想到赶过去之后还是晚了一步。老臣多谢玉王爷。玉王妃，丫头，你何时认的这个师傅？爹，你信青婉的话吗？我说了，不是师父杀害二哥的，他没有理由这样做的，他……你先别说话，爹问你何时认的这个师傅？如实说出来。好几年了。你跟这个师傅这几年一直有联系吗？你二哥中毒快不行的那天，你联系过他给你二哥解毒吗？爹爹，不是我不跟你说，是师父他老人家不让。师父他行踪不定，寻常时候根本就不在大周，我有时候一年都见不到他一回。这一次是因为二哥中毒，我便试着联系师父，就想着让师父来京都成就二哥，哪里想到还真的联系上了。结果师父来了，二哥却被人劫走了，阿燕哥哥却又被人夜闯府邸，不仅被刺了一刀，还给下了毒。所以我情急之下才暴露了师父的身份，求他救阿燕哥哥的命。爹爹，这件事皇后娘娘也是知道的，如果师父是坏人，他为何要救阿燕哥哥？师父是个好人，他绝对不会杀二哥的。青将军，你莫要被秦婉给骗了，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的疑点，本宫亲眼见证了无双前辈的医术，看到他起死回生救了燕儿，您为何宁愿相信一个外人，而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呢？随着萧皇后的话落，青云瑶的眼泪也刷刷的落下，也不知怎的，脸上的伤口也一下子给裂开了。月丫头，你的脸，快喊御医过来。母后，没事的，就是伤口裂了，已经上了药，不用喊御医过来。丫头，你别哭，爹爹没有怀疑你、怪你的意思，只是爹爹怕你被这个人骗了。你的二哥已经没了，爹爹只剩下你跟大哥两个孩子，爹总要为你二哥讨回公道，找出凶手。爹爹，二哥出了事我也很难受，但是绝对不可能是师父干的。若是这件事传到了师父的耳朵里，该多伤他老人家的心呢。幽王妃，你既然这般相信你的师父，不如将他喊出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秦婉，你以为我的师父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吗？他老人家每天里那么忙，今天在大周京都，几天之后就可能去了灵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把杀害二哥的罪名安到师父的头上，但是就算是你证明了二哥不是你杀的，那你为何要毁了我的脸？月丫头说得很对，秦婉，本宫确实很佩服你狡辩的能力。星战的事情暂且不说，你给自己洗脱了罪名，将这件事扣在了无双前辈的身上，那你就先把毁人容貌这件事说一说。月丫头已经是本宫的儿媳，当今幽王妃，你凭什么用刀子划破她的脸？你这是恶毒到了什么份上？就冲你这一点，你让本宫相信你会救青战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平阳，你可是看见了，是不是秦婉用刀子划开了月丫头的脸？还有燕儿，他们都看见了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平阳张了张嘴，他的确是看见了，当时也是怒到了极致。
可是这一刻他却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他为什么毁你的脸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救你二哥拼了一切，你却非要说他是杀了青战的凶手，想将他置于死地，以德报怨。他只是在你脸上划了一刀，有问题吗？没有割了你的脖子，都是看在青将军的面子上。欺人太甚，张狂！皇上，您听见了？你听听凤玲她说的是什么话？将人的容貌毁了，还这般的理直气壮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皇上，这件事您不能包庇，必须要严惩。父皇，这事儿玉王妃是该给儿臣一个交代。哼！凤玲一声冷哼，她凤眸一片邪望，刚要说话，秦婉的手轻轻地搭在了她的肩膀上，真的只是轻轻一搭，什么话都没说。凤玲竟是瞬间闭了嘴。幽王妃的脸的确是我所伤，你自己都承认了。秦婉，你好狠毒的心思。皇后娘娘，您说错了，正是因为秦婉心中正义，留着善念，才会只划了幽王妃的脸，而没有要了她的命。伶牙俐齿，巧言善辩。皇上，秦婉为何划了幽王妃的脸，实属意外。原本青战之死已经让人心冷至极，我已经知道就是幽王妃的师父杀害了青战，可幽王妃硬是要栽赃陷害于我，说是我杀害了青战，非要杀了我给青战报仇。如果我不反击的话，怕是连命都没有了。胡说八道，满口谎言！臣女说的都是真的。幽王妃已经被他那个师父给彻底蒙骗了，不相信他的二哥是他师父所害，一心认定了我是凶手，要杀了我。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失控了，所以臣女不小心划了幽王妃的脸。秦婉，你当本王是死的吗？有你在这里巧舌善辩，本王是亲眼所见，是你要杀了玉儿，最后划破了他的脸，你分明就是诚心，何来意外？皇上，事情说到这个份上，还有什么继续说下去的必要？亲家二公子被人害死这件事，就是幽王妃的师父干的，可幽王妃却栽赃陷害秦婉丫头。秦婉丫头百口莫辩，与秦月发生了争执，然后划破了她的脸。秦丫头的确做得不对，但也情有可原呐。如果幽王府和皇后一定要追究到底的话，那就在本贵妃的脸上划一刀抵了算了。胡闹，说什么傻话？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有关系？秦婉不是臣妾的儿媳吗？她被人陷害受辱，我这个做母妃的能什么都不做吗？美人梨花带雨，眉染忧愁，这副模样落在楚皇的眼里，那真是一颗心软到不行。萧皇后在一旁看着，咬碎了一口牙齿。贱人，惯会以色示人。本贵妃今日听来听去，都觉得最委屈的是秦婉丫头，救人的是她，跑前跑后的是她，被冤枉的也是她。明明都将杀死青战的人找出来了，可皇后娘娘和幽王府非要不认，甚至连平阳的指认也不信。但是臣妾相信婉丫头和平阳丫头的话。婉丫头说幽王府的师傅是坏人，根本不是无双前辈，是个冒牌货。臣妾觉得皇上一定要重点彻查，他冒充身份隐在大周京都这里，指不定有什么阴谋诡计。贵妃此言差矣，本宫倒是觉得是秦婉在胡言乱语。毕竟本宫亲眼见过无双前辈，也见过他的医术，可秦婉却只是凭一张嘴在说什么他是无双前辈的徒弟，那才是真的可笑至极呢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秦婉，你说你的师父是无双老人，你能让你的师父现身吗？众人的视线都落在了清月的身上。秦云瑶垂着眼，掩饰住里面的冷光。他知道清月的师父永远都不会出现了。臣女已经很久联系不到师父了。清月轻声道，语气中满是惆怅，甚至还有一丝的担忧。他已经尝试给师父送去了很多暗号，但是一直没有回应。哼，本宫就说这一切都是靠他一张嘴在胡言乱语，不仅污蔑月丫头的师父，还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真是好深的心计呀。本宫来说几句。阿玉，你有何见解？今日的事情说来说去还是在无双前辈的身上，只要清月丫头和秦婉丫头，你们两个谁能证明自己是无双老人的徒弟，那么真相不就出来了吗？怎么证明？无双老人德高望重，医术顶天，传闻生死人肉白骨，
既然清月丫头和秦婉丫头都说自己的师父是无双老人，那么他们总该继承了无双老人的医术吧？要不比一场？长公主抿了一口面前的茶水，看似随意，却直奔重点的开口。长公主的话音一落，殿内陷入一阵诡异的安静之中。可以，我8岁便认识了师父，自幼随其学习医术，虽只得了师父1/3的真传，却也不想丢了师父的威名。幽王妃既然一口认定了你的那个师父是无双老人，那想必你的医术应该也很厉害。今日皇上也在此见证，不如便就此比试一番。青云瑶死死地瞪着清月，他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故意的。秦婉丫头，你过来帮本宫把把脉，本宫这些日子总也睡不好，宫里御医只让本宫好好休息，开了一堆的草药，都快要把本宫喝吐了。长公主这话一说，这是直接就将青云瑶给架了起来，不比也要比了。青云瑶咬着牙，脸色愈加难看。而这边秦婉已经走向了长公主，她冲着长公主轻点一下头。长公主，叨扰了，您将右手伸出手便好。秦婉微微地弯下身体，手指搭在长公主的脉搏上。宫殿内很安静，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2个人的身上。秦婉，若是医术不济，便也不必硬撑。长公主身体情况有些严重。众人闻听皆是一愣。怎么了？长公主最近晚上休息的是不是都不太好？长公主点点头，刚要说话。哼，哗众取宠。刚才长公主自己都说了，她这些日子睡不好吗？皇嫂，你先别说话了。阿玉，皇嫂是为你好，你还真相信这秦婉的鬼话？长公主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是否觉得全身发冷，却又脚底发热？不等长公主说话，平阳便已经惊呼出声。秦婉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娘亲确实是这样子的。现在才8月天，我娘亲晚上就需要盖2床被子，可脚底却又热得厉害，须得用冰块镇着方可入睡。即便这样，一晚上也就只能睡2个时辰左右。自是诊脉诊出来的。御医院那边的诊断结果是如何说的？御医院的张太医给本宫看的病，说是本宫得了热症，给本宫开了药，这些日子便一直在煎药吃，不是热症，诊断错了。什么？是寒症。殿下年轻之时应该是受过大罪，寒凉入体，侵入骨髓。年轻之时只偶尔在下雨天骨节疼痛，心胸闷气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寒症愈加严重，自身的阳气虚弱，温热作用下降，喜暖恶寒。公主的身体症状表现为肢冷，面色光白，舌淡，苔白而润滑，口淡不可，痰涕清晰。所以公主殿下应以寒症对症治疗。夜晚需要以冰捂脚才能入睡，说明寒气入了肺腑，生成寒毒，而脚底的穴道最多，所以便从脚底开始反应。秦婉丫头，长公主这身体可有法子调理？楚皇与长公主一母同胞，感情深厚，尤其是此刻得知长公主的病竟是因为当年救下她而落下的病根，楚皇更是瞬间就着急了起来。回皇上，长公主的身体还未到强弩之末的程度，从今天开始重新换药，按照寒毒之症开始调理身体，3个月便会大好。好好，秦家丫头，你回头赶紧把方子写下来送到长公主府，若是需要什么药材，就从宫中里面调，务必将长公主的身体调理好。皇上，长公主，你们还真相信这个秦婉？他说的话难道比御医院的太医还好用？皇姐觉得呢？本宫相信秦家丫头的诊断，不过本宫还是想让幽王妃也给诊断一下，毕竟医术比试这件事儿是本宫提出来的。话音一落，青云瑶的汗都落了下来。月丫头，你那般相信自己的师父就是无双前辈，想必你师承与他学了很多的本事。你过来给本宫也诊断一下，看看是否与秦婉丫头的诊断一致。青云瑶脸色愈加的难看，她站在那里，脚步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一般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她的身上。
我不跟你比。为何不比？你不是很信你的师父吗？他被我怀疑身份，你不想为他证明吗？幽王妃，你是不敢比，还是你压根儿就不懂医术？天门穴在哪儿你知道吗？鲁门穴在哪个位置你能说得上来吗？还有人体上身的几处死穴穴道你能指出来吗？还有，够了，秦婉，你说比试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我师父的确没有教过我医术，但是我不能否认我师父的医术出众，也不能否认我师父就是无双老人。哼，幽王妃，这话你觉得合理吗？无双老人盛名在外，医术精湛，妙手回春，收你为徒，却连医术都不教给你吗？那他收你为徒的意义在哪儿呢？秦云瑶的额头上已经出了一层汗，甚至连脸上的伤口都在密密麻麻的疼。是的，这些年师父的确什么都没教给他。刚才听清将军问您与你师父认识几年了，你说好几年了，那么这些年他又教过你什么呢？还是只挂了个师徒的名号呢？秦婉，你说够了没有？幽王妃，你这是恼羞成怒了。你以为我为何一遍一遍地强调你的师父根本不是无双老人？那是因为我知他其心可诛，他借着收你为徒的名义，冒充无双老人潜伏在大周京城之中。你猜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今日是倾战之死，那么之前呢？你可知道他对玉王爷做过什么呢？青婉丫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清月青眸眨动，今日这场谋划终于走到了最高潮点。皇上，贵妃娘娘有所不知，玉王爷他身中剧毒，已活不过3个月。砰的一声，凤贵妃面前的茶盏顿时打碎，楚皇更是大惊失色，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秦婉，你说什么？不只是楚皇，不只是凤贵妃，从青雷山到秦鸿章，甚至长公主齐齐的变了脸色。皇上，贵妃娘娘，这件事王爷一直不允许我说出去。其实王爷的身体已是强弩之末，我自嫁入王府便看出王爷身体的异常，但王爷怕你们担心，从来不曾将这件事告诉你们，只一个人默默在府上忍受锥心痛苦。锦芝，今晚丫头说的是真的吗？母妃，儿臣运气好，现在死不了了。来人，传谕医院院守即刻进殿。随着楚皇的一声怒吼，此刻这个时候竟无一人敢开口说话。老臣叩见皇上。太医院院守匆匆赶来。张太医，你去给玉王爷检查一下身体。王爷，是腿不舒服吗？张太医，你给玉王把个脉，看看他身体是否有其他的什么隐疾。王爷，请您将右手伸出来，老臣给您把把脉。随着凤翎将手腕伸出，张太医搭上他的脉搏，整个殿内鸦雀无声，一丁点声音都没有。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无比的紧张，只等着张太医的诊断结果。结果张太医的脸色越来越沉，甚至越来越惊恐。这张太医如何了？皇上恕罪，玉王爷他玉王爷如何？张太医，玉王爷的身体怎么样？你如实说就好，皇上不会迁怒于你，但皇上要听的是真话。说，朕要听实话。皇上恕罪，玉王爷的身体脉象紊乱，脉搏缓慢，似垂暮老者。玉王爷身体虚空的厉害，已时日无多。砰！你说什么？你说谁时日无多？皇上，老臣没有说谎，玉王爷的身体真的已经被掏空，脉搏虚浮成这个样子，说明王爷的身体不好，已经不是一时半会儿，定然是很长时间了。想必王爷最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怎么回事，锦芝？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母妃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母妃，儿臣没事了。怎么会没事呢？太医说你时日无多，怎么会时日无多呢？这几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为什么你什么都没说呀？锦芝，告诉父皇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只是双腿断了，如何会命不久矣？告诉父皇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已经3年多了，身体中了奇毒，药石无医。这几年找了许多的大夫，但是诊断不出中了何毒。如今毒素侵袭五脏六腑，所以时日无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中了奇毒呢？母妃，别哭了。皇上，我们的锦芝，她怎么会中毒的？为什么会中毒啊？为什么会命不久矣？凤贵妃哭倒在楚皇的怀里，她难过的要喘不上气来了。
锦芝，告诉父皇，是谁给你下的毒？是谁？不是，父皇，儿臣的身体是何时中的毒都不知道，只是第一次发作的时候险些生不如死，才知道自己早就中了毒。儿子彻查过，应是儿子的腿出事的时候，府上来来往往进了不少人，应是那时候出了纰漏。是何毒？此毒很怪，儿臣府上的医师诊断不出，甚至医学大家的柳家也来为儿臣诊断过，一时不知毒药为何。儿臣的好兄弟谢景环这几年几乎都不在京城，走南闯北，将能找来的医师都带来京城，俱是无计可施，只能用药拖延着延缓生命。既是解不了的毒，儿臣便不想告知父皇和母后，免得你们日日担心，睡不好吃不下。皇上，母妃莫哭，儿臣如今确实知道自己中了何毒了。知道了，知道自己中了何毒了，是什么毒？七星海棠。那是什么毒？张太医，你可知道？回长公主，老臣曾在一本典籍上看过七星海棠这种毒，位列世间10大奇毒之一，是由7种剧毒之花或者毒虫、毒草炼化而成，奇毒无比。中毒者全身都被毒素侵蚀，每次发作生不如死，直到5脏6腑，浑身经脉都被毒素侵蚀，便也就没了命。是谁竟给吾儿下如此狠毒的毒？父皇姑母，儿臣得知中毒的那一刻开始，便知自己早晚有没命的那一天。这几年也想查出凶手给自己报仇，但下毒之人着实狡诈，再未曾现身。也可能是他在暗处窥探着儿臣，想看儿臣生不如死的死去。上一次王医师告知本王过不去这个年了，却没想到儿臣倒有些运气，娶了秦婉，是他帮儿臣诊断出来的。唰，所有人的眼神齐刷刷地看向秦婉。秦婉丫头，你诊出了锦芝所中的毒，所以你也一定能救她，是不是？皇上，贵妃娘娘，你们可能对七星海棠毒应该不太了解。刚才张太医也说了，七星海棠毒是由7种剧毒、毒花、毒草、毒虫而炼制而成，服用者只有死路一条。就没有办法了吗？还有唯一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七星海棠毒之所以无解的原因，就是不知道炼毒者炼制过程中的顺序。只要抓到炼毒者，逼他说出七星海棠毒的7种毒虫、毒草是怎样一个顺序炼制，从而针对顺序炼制解药，方可救王爷的命。可是到哪里去找那个给锦芝下毒之人呢？下毒之人不是出现了吗？玉王爷所中之毒七星海棠，与卿家2公子卿战所中之毒一脉相承，分明就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胡说八道！秦婉，你又想说玉王爷中毒是月丫头的师傅所为是吗？你为了栽赃陷害，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皇上，贵妃娘娘，臣女秦婉与幽王妃无怨无仇，何至于栽赃陷害她的师傅？臣女自出生起便被扔到了乡下庄子里，无父母庇佑，只有几个奴仆守着，奶娘护着。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结识了师傅无双老人，后来师傅见我身世可怜，所以才收我为徒，教给我医术，一学便是10年。师傅收我为徒那一天便告知我，学医者要用来救人，扬善除恶。我学有小成之后，师傅便已经离开，而我一直隐在那乡下的庄子里，不曾离开。直到有一天，秦家说要接我回来，臣女被接回京城秦家，本以为能得到父亲所爱，却不想整个秦家上下对于我的回来极为排斥，而我秦婉的身份竟只是为了替嫁入玉王府。原本臣女想离开大周京都，离开秦家，可泱泱大国，世间之大，臣女又能去哪儿呢？尤其是皇上圣旨，又不敢违抗。臣女想着，嫁给谁不是嫁呢？何况对方还是玉王爷。臣女入了玉王府，是真的一心一意想跟玉王爷一起过日子的。皇上，贵妃娘娘，臣女很喜欢王爷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猝不及防的表白让凤玲的心口蓦地一跳，她抬眼看向秦婉。此时的凤玲只觉得胸腔都在急速的跳动，可是她咬紧牙关，强迫自己压下这种强烈的情绪，因为她知道秦婉说的都是假的。皇上，贵妃娘娘，臣女入了玉王府，见到王爷的第一眼，便想着一定要治好他的腿。他那样骄傲的人，那样优秀的人，不该在轮椅上走过一生。可王爷
很难接近。陈女用了很多方法，都没法靠近王爷一步。她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她的领地，包括陈女。众人自然知道，凤玲自断腿之后，整个人性情大变，更是不准宫中的御医靠近府上一步，所以自能理解秦婉话中的意思。直到有一次王爷毒发，府上大夫束手无策，才得知王爷竟已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。也是从得知王爷中了7星海棠毒的那一刻，陈女便发誓要找到凶手，因为只有找到凶手才能救王爷的命。直到侵占中毒，陈女便知道那人出现了。直到幽王爷中毒，这个人竟然现身给幽王爷解毒，还自称无双老人。这一刻陈女才终于确定凶手一定就是他，因为陈女的师父绝对不会用毒害人。秦婉，这都是你自己在胡说八道，你有何证据？你也知道幽王前些日子中毒了，那本宫是不是可以说是你下的毒？而且若不是月儿的师父，幽王怕是都逃不过那一劫。皇后娘娘，前些日子幽王爷真的中毒了吗？秦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幽王中毒之时，太医院会过诊，却都束手无策，是本宫亲眼看到月丫头的师父救人，你在怀疑什么？是啊，皇后娘娘也说看到幽王妃的师父亲手救人，可这天下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？幽王爷刚中了剧毒，幽王妃的师父就出现解毒，臣女不敢随意揣测，可臣女怎么看都觉得这更像是一场苦肉计呢。秦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皇上，臣女敢用性命担保，幽王妃的这个师父，皇后娘娘维护的这个人，就是杀死卿家2少的凶手，也是给玉王爷下了7星海棠毒的人。皇上，玉王爷年少顺遂，皇上宠爱，贵妃疼惜，可这些落在旁人眼中却成了催命符。他如今不过20有4，却是双腿残疾，身中剧毒，这一切到底是谁做的？玉王爷的存在到底挡了谁的路？随着清月一声接着一声的质问，楚皇的脸色已经沉如寒冰。清月，你那个师父在哪里？他在哪儿？你们好毒的心思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般害我的儿子，你们怎么敢？贵妃娘娘，这件事因是有误会，本王从未见过月儿这个师父。至于本王受伤的事情，玉王妃，你当真不知道本王的毒是什么人下的吗？心口这一刀是谁扎的吗？幽王爷，臣女不知道，臣女只想恳求你，恳求幽王妃将那人交出来。玉王爷的身体真的等不及了，与虎谋皮，下场怎会好？一个能炼化出天下奇毒的人，何等危险！本王说了，本王从不曾见过这个人，本王甚至不知月儿有这样一个师父，也就是这一次，本王才知道的。父皇，儿臣从未见过此人，更是从来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之前儿臣中毒昏迷不醒，直至醒来之后是无双前辈所救，本是想要拜访一下，却不想那人已经离开。皇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燕儿她……闭嘴！好，很好。幽王妃，你师父人在哪里？皇上，我师父不是……朕问你人在哪里？月丫头，你能不能联系上你的师父，告诉皇上，如实说出来，不要有一句辩驳，也不要有一句隐瞒。爹爹，我联系不上师父的，我只知道师父在京都城的住处就是萧山外的那个茅草屋。爹爹，我真的不知道师父在哪里。父皇、母后、贵妃娘娘，我认识师父差不多4年了。当年亲家遭了大难，我被人挟持下毒，是我的表妹秦云瑶救了我的性命，却害得自己惨死。而我那时候浑浑噩噩，昏迷多日，一直未曾醒过来。后来我的师父出现在亲家，救了我的命，但是唯一有一点要求，那就是不可告知他人师父的行踪。他说自己是无双老人，当时我病得很重，阿燕哥哥日日陪在我的身边，世人都道是阿燕哥哥唤醒了我。我能好起来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师父救了我。所以父皇，
你让我如何相信我的师父会害人？这一次也是因为二哥中毒，我替师父在京都的木屋子里留了信，只是抱着一线的希望而已，却没想到转眼阿燕哥哥也中了毒，师父又恰好出现了，我便求师父给阿燕哥哥救命，将其引荐给了皇后娘娘。今晚你如何看？皇上，臣女不知幽王妃所言真假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人杀了卿战，更是给玉王爷下毒3年之久。若不是因为臣女懂医术，而又恰好是无双老人的徒弟，那么如今的局面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是卿将军被丧子之痛蒙蔽，以为卿战是玉王府所害，是玉王爷被冤枉，却无法为自己辩驳，最后因为七星海棠毒发而亡。卿战中毒之时，这人不出现，却在幽王爷被暗害之时他出现救人，之后得了皇后娘娘的信任，将其引荐给皇上，顶着无双前辈的头衔，成为整个大周京都的上上宾。皇上，臣女不知这人的目的是什么，但这样一个阴邪狠毒之人隐在大周，不管对皇上还是对所有人都不是一件好事。皇上，臣女不敢说幽王妃的话有几分真实，但为今之计，幽王爷和幽王妃想要证明清白的唯一方法，便是将这人找出来，当面对质，且这也是救玉王爷唯一的方法。燕儿，父皇，儿臣在。抬起头来。楚叶抿唇，抬起头来看向自己的父皇。你告诉父皇，你真的不认识清月的那个所谓的师父吗？父皇，儿臣所说句句属实，儿臣不认识那人，也从未见过。好，老四，那这件事父皇交给你来办，10天时间，朕要见到那个人。记住，只有10天时间，朕要你亲自将那人带过来。是，儿臣记住了。皇上，您……皇后，你想说什么？皇后也可与老四一起找到那人，毕竟萧家的势力也不小，想必找个人而已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皇上这是在警告他，竟是将萧家都抬了出来。卿将军，这么多年卿家对皇室的忠心，朕都看在眼里的，朕不会怀疑亲家的忠心。而且这件事亲家亦是受害者，亲儿被害，你要节哀，至于公道，那就等找到人再说，一切皆可真相大白。老臣多谢皇上。幽王妃脸部受了伤，这些日子就哪里都不要去了，就在府上待着吧。是，儿臣遵命。灵儿，你跟秦婉在宫中用个膳。好，没事就退下吧，真希望你们早日将人给带过来。平阳看着跪在那里的清月，他的内心有些复杂和违和感，好像他印象中的清姐姐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忽然的，平阳觉得现在的清姐姐好陌生。皇上，清将军有何事？老臣的二儿子尸身被玉王爷和玉王妃给带走了，老臣想着能否将清战的尸身要回来，也好早日下葬。灵儿，清战的尸首身在何处？青儿不能还给清将军，还请见谅。他的尸身被放在冰室内保存，不会有任何损坏，是因为他身上中的毒出自幽王妃师傅之手。若是现在将青儿下葬，便是没了任何证据，可能要辛苦清将军几天，等四皇兄将人抓上来，到时候一切便可真相大白了。是，那老臣便将我儿交给王爷了。将军放心。行了，既然如此，都退下吧。楚燕和青玉瑶双双起身先告退，青雷山也跟着退了下去。张太医和秦相起身告退。黄姐、平阳，你们也留下用个膳吧。秦婉和凤玲在宫中用了膳，萧皇后回了自己的宫。楚皇让她无事不要出来走动，给萧皇后气得个倒仰，所以用膳的时间只有楚皇、凤贵妃和凤玲、秦婉、长公主和平阳。金家丫头，禁制体内的毒。皇上，王爷体内的毒，臣女会尽力，至少短时间内不会让王爷有性命之忧。
但想要彻底解了王爷体内的毒，最稳妥的方法便是找到下毒者。那人的画像朕已吩咐下去了，京兆尹、大理寺御林军全部地毯式搜索，只要这人还在大周京都，他就跑不出去。秦婉点了点头，这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不将青云瑶的那个师傅找出来，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威胁。这一次他要让他无处可逃。清月和凤玲在宫中用了膳之后，才乘坐马车回了府。马车上，清月抬眼看向凤玲，王爷会不会怪我自作主张？你都谋划好了，本王若是怪你，你就不说了？还是会说。哼，这一局赢得不错。凤玲，若不是有你，事情不会进展的这般顺利，多谢你。不是说好了是合作吗？回去就帮你治退解毒。另一边，幽王府房间内，青云瑶红着眼坐在椅子上，她的对面坐着楚燕。月儿，你可有方法联系到你的师父？阿燕哥哥，你也怀疑师父吗？师父可是救了你的命，你明知道青婉说的都是假话，你的毒，你遇刺，不都是他干的吗？月儿，近日在宫中父皇的话你应该听到了，就算你不说出你师父的下落，他也离不开大周京都。父皇已经下了命令，全力缉拿他，若他落到别人的手里，只会对我们更不利。他到底背着你我做过什么？只要找到他，当面对质就可。月儿，不管这个人之前对你有多好，只要给凤玲下毒的是他，杀死青战的是他，那么你便要极力跟他撇清关系。楚燕的声音严肃了几分，这个人他必须找到。青云瑶咬着牙，心里颤沉了一片。他哪里能说凤玲体内的七星海棠毒是他给下的？当年她嫁给阿燕哥哥之后，自觉凤玲是阿燕哥哥最大的威胁，所以他想着帮阿燕哥哥做点事情，这才从师傅那里拿来了七星海棠毒。他绝对不能出卖师傅的，否则他怎么办？师傅可是掌握了他所有的秘密。阿燕哥哥，我现在是真的联系不上师傅，但是你放心，只要师傅联系我，我一定跟你说。虽然我不相信杀死二哥给凤玲下毒的事情是师傅干的，但我一定会找到师傅，问出他真相。只要秦婉是在说谎，我定让师傅在父皇的面前亲自拆穿他的真面目。但是如果师傅真的做了这些事，我也不会原谅他。月儿放心，有阿燕哥哥在。秦玉瑶回手紧紧地抱着楚燕，这是他唯一温暖的，想要永远拥有的。所以他绝对不会放手，也绝对不能让秘密被发现。夜深了，秦家，秦红霜回到了秦家之后，便进了书房，迟迟没有出来。秦明月得知父亲进宫回来之后，连晚膳都没用，就进了书房，便去敲响了书房的门。谁？父亲，是我。进来。秦明月推门而入，就见自己的父亲坐在椅子上，桌子上什么都没有。爹爹，是进宫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您连晚膳都没吃，娘亲有些担心您，便让我过来看看。宁儿，玉王爷对你还有几分喜欢。父亲记得，玉王爷当年亲自去皇上面前求娶赐婚圣旨，后来那段时间对你所有的事情都有应必求，甚至玉王爷出了事断了腿，你不想嫁给他了，想要退婚，他都为你着想，答应了你提出的替嫁要求，让我们秦家没有被皇上迁怒。都过去了，爹爹突然提这些做什么？明日里，你去裕王府走走，与你妹妹见见面叙叙旧，最好是让她回来家里吃顿饭。爹爹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您如实告知女儿，不要让女儿被蒙在鼓里啊。宁月，你那个妹妹不似我们以为的那般，她伪装的性子欺骗了所有人，包括爹爹我。秦明月轻拧眉头，这一点他早就知道了，在那日长公主的寿宴上，他便已经见识到了。正准备询问，却听秦鸿章接着开口：
他自称无双老人的徒弟，有一身了不得的医术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跟玉王爷之间的关系似乎比较亲密。咱们秦家对他并不算好，如果他记仇的话，想要利用玉王爷对付秦家，到时候该怎么办？所以爹爹想让你跟他走走关系，毕竟是姐妹。他做了什么？秦宁月压住自己内心的惊疑，秦鸿章也没想隐瞒着自己的大女儿，便将今日宫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叙说了一遍，听得秦宁月手指紧握，呼吸都重了许多。至于凤玲，秦宁月一想到她，心口依旧抑制不住的轻颤。爹爹放心，只要我在，玉王爷永远都不会对秦家不利。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明天女儿会去一趟玉王府。夜色深幽，月光皎洁，从窗户打进屋内，洒在靠在床榻上凤玲的身上。她靠在床榻上，只穿了一身白色的中衣。王爷，你要把裤子脱了，你不脱我怎么给你治腿啊？清月这话已经说了3遍了，可靠在榻上的凤玲是半点也没动。你是累了想等明天？凤玲抬了抬眼，她的心里有些烦躁，说不清楚的烦躁。没有人比她自己更希望站起来，但是不知为何，现在她却不愿意让她来治。是我太着急了，想着报答你。既然你累了，那今天我们就不治，从明天开始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一定会站起来，身上的毒也早晚能解。今晚你坐下，跟本王说会儿话。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问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无双老人跟你认识多久了？8、9岁时候就认识师傅了，之前没说是觉得没必要，但我没想到青云瑶的那个师傅会冒充我师傅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是一定要拆穿他的。王爷有什么话就直接说。你怎么成了秦婉？屋子内本来就安静，凤玲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屋内更安静了。清月一时间没有出声，他知道凤玲已经猜到了真相。见清月没有说话，不想说就不说，本王不是逼你。接下来怎么打算的？谢公子这次带回来的药材都是我需要的，还有皇上也提出需要什么药材可直接从库房那边调，10天之内我会炼制出幻颜丹的解药，在皇上和亲家的面前亲自拆穿青云瑶的真面目，将他跟楚燕做过的事儿公之于众。那你呢？什么？本王的意思是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回亲家吗？到时再说，我会先把你治好。凤玲应了一声，便垂下眼没有说话。屋内陷入了静谧。那王爷早点休息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清晨，第一缕阳光升起，清月便起身去了北院。清战被安顿在这边的院子里，清月整个人都忙起来。也就是在这时，有侍卫让丫鬟传话，说是秦家的嫡女过来了，找他有事。禀告王爷了吗？王妃，王爷一大早便出了府，秦姑娘在前厅等着，点名说是要见您。好，我过去一趟。王妃，秦姑娘到访，点名要见我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爹爹让我过来找你，想你能回府上用个膳。不回，你是秦家女儿，嫁入玉王府已近半年，却一次都不曾回过秦家。如今爹爹让你回去吃顿饭，你都不肯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如果没有，我要去忙了。你想走就让管家带你离开，若是想等玉王爷，那你就在这儿等一会儿。清月的不耐和冷淡半点没有遮掩。说完这话，便抬脚就要往外走。秦宁月没有想到秦婉竟是这么个态度，半点面子都不给他，说走就走。眼看着清月的身影已经要走出前厅，秦婉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？清月的脚步一顿，回过头来，你是不是仗着如今的身份，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了？听爹爹说，你有一身挺厉害的医术，师傅还是无双老人，所以这就是你有恃无恐的理由吗？可是秦婉，你别忘了，不管你多厉害，你都是秦家的女儿，我秦宁月还是你的嫡姐。你没病吧？秦宁月，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呀？秦家长姐的身份？可是你配吗？不管是你还是秦鸿章，你们何时将我放在眼里过？
从我替嫁嫁入誉王府的那天，我就已经不是秦家的女儿了。今日你过来，我是看在凤玲的面子上过来见见你。你若是想见凤玲，就老实的坐在这里等。你若是过来跟我说教的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清月扔下了这句话之后，抬脚就走，直接将秦明月给扔在了原地。秦明月恨红了一张脸，这种无视更是让他怒不可遏。他没有走，坐回了椅子上，等着凤玲回来。凤玲回来的时候已经晌午，便听下人道秦家的嫡女来了。他一顿便操控着轮椅朝着前厅走去。阿玲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有1个多时辰了。哭过了？出了什么事？跟秦婉见了一面。说什么了？父亲让我过来见见秦婉，想让她回府去吃顿饭。秦婉她不愿意，还说了不少的气话。听到秦明月的话，凤玲的心里轻嗤了声。她自然能够猜到秦相的意图，但是一想到在宫中之时秦鸿章说的那些让人寒心的话，她都控制不住地冷笑了一声。秦明月说完了这句话之后，见凤玲迟迟的没有反应，不由得抬眼去看她，却见她垂着眉宇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阿林哥哥，今日虽然是父亲让我过来寻秦婉说话，但是我更想见的是你。我在这里等了1个多时辰，也只是为了见你一面。见我做什么？阿林哥哥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让秦婉嫁给你当你的誉王妃了。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，我无时无刻都不在后悔中。阿林哥哥，我喜欢你，我一直喜欢你。我听爹爹说了，你中了毒，可能会有性命之忧，所以我今日过来，就是想告知你我的心里话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不管你剩下多久的生命，我都不想让自己日后活在悔恨之中。阿林哥哥，我想嫁给你。明月，当时你要悔婚，本王问过你可想好了？是你说想好了？是，当时是我鬼迷心窍，听了爹爹的话，可是我后悔了。这段日子我无时无刻都不再后悔当初做的决定。明月，从本王答应你的条件娶了秦婉那天起，本王跟你便结束了，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阿林哥哥，你喜欢上秦婉了吗？在听到他这话的时候，竟是陷入了阵松。凤玲的走神和沉默让秦明月的心越来越沉。阿林哥哥，你真的喜欢上他了？你喜欢上了秦婉，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明月，本王与你之间早已经说清楚了，当初你要誉王妃的位置，本王便求了赐婚圣旨。后来本王双腿断了，你想悔婚，想让秦婉嫁给本王，本王也随了你的意。如今你却又来质问本王为何会喜欢上别人吗？是，当时是我钻了牛角尖，我后悔了。可是我没想过你会喜欢上秦婉。阿林哥哥，你不能喜欢他，你喜欢上他，让我情何以堪？不是他，你就能接受吗？是谁我都接受不了。阿林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已经是你的人，明月，当初出了那件事，是本王欠了你，所以本王提出娶你为妃，你答应了，但后来你悔婚，不是本王对你不负责，是你自己选择放弃。如今你来告诉本王你后悔了，那你想让本王怎么做？阿林哥哥，我想嫁给你，我愿意嫁给你，你娶了我吧，我愿意跟秦婉妹妹和平共处。看得出来，他能说出这番话来，似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。凤玲有些意外，似有些不认识他一般，眯着凤眸看了他半晌。阿林哥哥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？可是除了这个方法，我想不到能留在你身边的办法了。明月，这不该是你会说的话。当年本王得你救了性命，曾承诺你娶你为妃，且只有你一人，不会纳妾。这话你可还记得？如今本王还是那句话，不会纳妾，不会娶妻，所以歇了你的心思。这大周京都，你愿意跟哪个府上的世家公子结亲，本王都会给你体面，其他的你不要肖想。来人，送秦姑娘回府。终是忍受不了这种怠慢，
秦明月转头就跑出了府，屋内只剩下凤玲一个人。她陷入了沉思，想到了多年前的事情。若按现在的年岁来算，快4年了。她在一个茶楼品茶之时，一个不小心中了春毒。她在中毒失智之后，夺走了一个女子的清白。秘密探查，最终查到了秦明月的身上，他便提出娶了她。可谁曾想命运弄人，他竟是遭人暗算断了双腿，却最终提出了退婚。可他断了双腿，秦家若悔婚，父皇怎能饶过秦家？所以才有了后面他娶了秦婉一事。他欠了秦明月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可人人都以为他喜欢他，却不是，只是一份亏欠和责任。凤玲收回了思绪，滚动轮椅朝着外面走。王妃呢？王爷，王妃在北院药房。药房里，清月给清战扎了一遍针，身上的伤口都细细的上了药。药房的门被敲响，清月应了一声，便见门打开，凤玲从外面走了进来。青儿怎么样？秦宁月走了吗？还是没什么反应，但心脉还有，一直陷入沉睡。不用急，这才2天的时间，慢慢来，总会将人救醒。谢谢。清月2个字落下，2个人之间又陷入了沉默。我没想招惹秦宁月，是他想要见我，让我回秦家吃饭。你知道的，我不会回去。只要他不来招惹我，我肯定不会惹他。玉王爷，等我报了大仇治好你之后，我就会离开玉王府，不会挡了他的路。听到这话，凤玲的心里莫名的烦躁，她想反驳几句，又想到曾经跟他说过的话，便怎么都张不开嘴。好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。他那点隐秘的心思必然是不能暴露出来。这么些时日，他对面前这女人的了解也差不多了。若他说了，这女人绝对会对他敬而远之；不说，反而会借着合作的关系更亲近一点。更何况，如今他这般模样，也没有资格说喜欢。听说南郊山的枫叶落了，很是漂亮，你想去看吗？清月有一瞬间的恍惚，南郊山的枫叶翩翩落下之时，他知道那有多美。曾几何时，他跟楚燕一起牵着手走在那片枫林之中，他会偷偷藏一片最好看的枫叶做成标本再送给他。想到往昔，清月抿唇，生生地逼回眼中的泪。不去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更何况外面也不安全。也是。楚燕和青云瑶那边没什么动静吗？哼，能有什么动静？父王的人都盯着，他们敢有什么动静？也是。王爷，我帮你治腿吧。那是我刚刚炼制出来的，到时候给你解7星海棠毒用的。其实我不觉得青云瑶的那个师傅会将7星海棠毒的炼制顺序说出来，他可能会忘，也可能是压根儿就不会说，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他。我便先开始炼药试药。你是个能吃苦的人，过程或许痛苦，但我相信你能熬过去。最多4次，我便能彻底解了你体内的7星海棠毒。只是你腿有疾，最好是先开始治，否则我怕到时候毒素堆积静脉，造成淤堵，恐生变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得了凤玲的首肯，清月当即就蹲下了身子去挽她的裤脚。干什么？我先帮你按一按腿部肌肉，活跃一下腿部神经，一会儿帮你扎针啊。他好是疑惑地抬起眼，就见凤玲绷着脸，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。玉王爷，我是大夫，你在我眼中就只是病人而已，医者眼中无男女，你不用觉得对不起秦明月。我先帮你捏捏，有感觉吗？没，多长时间能站起来？你身体素质好，差不多施针5-6天，你就会有感觉了。若是想站起来，怕是要1个月。我听说今早上一大早你就出门了，日后出门的时候多带些护卫。这些日子不太平，楚燕和青云瑶应该不会什么都不做。不怕他们动手？提起楚燕，凤玲整个人的气息都冷了下来。清月提点了一句，便没有再多话，只是专心地给凤玲按腿。房间内烛影灼灼，秦玉瑶刚给脸上的伤口上了药，
便听了一道极轻的暗号声。秦于瑶双眼轻轻的一颤，起身穿上大衣，便朝着门外走去。王妃，你要出门吗？我心情有些憋闷，就在门口走走，你们不用跟着。可是王爷有交代。莫风，本王妃只是在门口走一走都不行了？你跟墨雨在看管着本王妃？属下不敢。秦于瑶一声冷哼，这才戴上了毡帽，朝着府外走去。等秦于瑶的身影已经不见了，墨雨这才上前，他的脸色有些严肃，看着弟弟一脸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怎么了？王妃说什么了？哥，王妃说要出去走走，可王爷让咱们看着王妃，王妃又不让咱们跟着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去通知王爷，就说王妃私自出了府。可是哥，王妃知道咱们这样做了，会不会生气？当初是王妃救了咱们的命，才有了咱们的今天。我知道，王妃救命之恩咱们不敢忘，但是入了幽王府，咱们便一直受王爷管辖。上次也是因为我们护卫不力，才让王妃受了伤，所以我们不可感情用事，擅作主张，必须将事情告诉王爷。你去寻王爷，将此事告知，我在暗处跟着王妃，以免发生什么危险。好。秦于瑶戴着毡帽出了府之后，便看到门口师傅给他留下的记号，抬脚便朝着一旁的巷子走去。果真进了巷子之后，鬼老便等在了那里。师傅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这2日他几乎成了过街的老鼠，他的画像被贴满了整个京都城。师傅，你这2天还好吗？你都去哪里了？告诉师傅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于是青云瑶将当日他被秦婉和凤玲挟持到小木屋之后，和进了皇宫之后发生的事情全部叙述了一遍。师傅，我已经可以肯定，秦婉就是秦月，她没有死，还幻化成了秦婉的模样，冒充了秦婉。她就是回来复仇的。她不仅划伤了我的脸，还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您的头上。而且在楚皇的面前说你跟阿燕哥哥勾结，逼得阿燕哥哥10日之期必须要将你交出来。青云瑶急声道，一边哭一边激动地摘了脸上的毡帽，露出了脸上被包裹的伤口。难怪那青儿使用了真言蛊都不肯说出清月的秘密，却原来秦婉就是清月。嘿嘿嘿嘿，无双那个老匹夫最看不起老夫练蛊，自称邪术。那他知道他的好徒儿也用了幻言蛊幻化了容貌吗？小小年纪仗着自己会点医术，便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既然他敢将老夫逼到这个地步，那么老夫就将计就计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师父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鬼老冷笑了一声，开口说，他不是在所有人面前自诩他是无双老人的徒弟吗？哼，质疑老夫的身份，那么10日之期，老夫会亲自当面跟他对质，不仅会拆穿他不是秦婉这件事，还要证明老夫就是无双老人，让他有口无言，无从辩解。除非他能将无双找出来，可惜的是，无双再也不可能出现在他面前。师父，你拆穿他的身份做什么？如果让众人知道他就是清月，到时候我怎么办呢？你怕什么？当初他坠落悬崖不是被你毁了容，如今他虽然使用了幻言蛊变成了秦婉的模样，那么就算食用了解蛊丹药，那么他恢复的也只会是那张丑陋的被毁了的容貌，肯定不会是他原来的模样。如果他能恢复自己的模样，何至于让你替了他的身份这么久，而他却只能藏在誉王府，顶着秦婉的身份报仇呢？听到鬼老的话，
秦玉瑶的整个眼睛都亮了起来，他怎么没有想到？还有，你记住了，老夫就是无双，只要你始终记得这一点，没有人能拿出证据推翻老夫的身份，明白了吗？师父，瑶儿记下了。秦云瑶重重的点头。师父，阿燕哥哥他一直在找你，他也是被楚皇逼得没有办法，如果不把你交出来，楚皇便会让他去封地，这京城里就再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了。师父，你能去见见阿燕哥哥吗？月儿。秦云瑶唰的转头，就见楚燕沉着一张脸，身后跟着墨风墨雨出在了巷子口。阿燕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谁？阿燕哥哥，这就是我的师父无双老人。听月儿说，有人怀疑老夫的身份，说老夫冒充无双。阿燕哥哥，我把事情都跟师父说了。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也敢怀疑老夫的身份，竟敢给老夫这般下套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前辈当真是无双老人？不然呢？哼！老夫的身份何至于作假？若不是因为救你，老夫怎会在这京城内逗留这么久？却不想一朝暴露了身份，倒是惹来了一身麻烦。既然楚皇想见老夫，想核实老夫的身份，那老夫就亲自去会一会他。你的老夫即刻进宫。前辈，这巷中人来复杂，请随本王去府上一叙，有些误会也好当面解开，万不能让前辈受了委屈。哼！楚燕薄唇轻轻的一抿，看得出来面前的老者似在极力的压抑着愤怒。师父，您别生气了，您回府上吧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当着阿燕哥哥的面说清楚。阿燕哥哥他绝对不会让您白白受了这个冤枉的，这一切阿燕哥哥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那誉王凤翎和秦婉在那边搞的鬼。师父，你千万不能上当，我跟阿燕哥哥都是站在您这边的。之前还未曾感谢前辈救命之恩，前辈请去府上一叙，本王派人备下酒菜。走吧。他一甩身上的黑袍，抬脚朝着幽王府走去。秦云瑶忙上前挽住楚燕的胳膊。阿燕哥哥，我早说了，师父不是坏人，我的师父就是无双老人。既然现在师父现身了，那你就好好的跟师父谈谈。楚燕的眉眼轻闪了下，点了点头。幽王府前厅，老夫常年在外行走，甚少回来，就连当初你跟月丫头大婚，老夫也在外面未能赶回来。这一次是正好路过大周京都，却正巧碰上你中毒。月丫头联系上我，老夫这才露了面，却被冤枉杀了卿家二少，当真是可笑至极。前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那日老夫救了你之后，在你府上休憩了一会儿，想看着你体内余毒会不会发作，若是苏醒过来了就没事，若是还没醒，老夫会再扎一次针。后来听闻你醒了，还想来拜访老夫，老夫便直接拒绝了。老夫这个人不喜应酬，救你也不过是看在老夫徒弟的面上。青儿之死与老夫无关，老夫那日从你幽王府离开之后，便被人发现了行踪，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压根儿没回去小木屋。老夫听月丫头说，平阳郡主指认老夫是凶手，老夫怀疑他被蒙蔽了，这明显就是栽赃陷害。见楚燕没有出声，鬼老接着说，从老夫过来京都，便听月丫头说有个叫秦婉的人一直跟他作对，找他的麻烦。老夫便找机会好好查了查那秦婉，而这一次的事情也全都是秦婉做的。
包括嫁祸老夫将你和月丫头拉下水。老夫怀疑他这一次的阴谋已经筹划了很久。这小丫头不知从哪里学了一身医术，倒是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。前辈的意思是，老夫查了那秦婉的身份，她压根儿就不是秦家扔在庄子上的小女儿，身份不明，顶替了秦婉的身份进京，入了裕王府。不是秦相的女儿，那她是谁？她的真实身份老夫没能查出来，但老夫敢肯定她不是秦婉。老夫一生醉心医术，早已看出她是用了药化了容貌，成了如今这模样，所以她顶替秦婉入了裕王府，杀死青儿，冒充老夫徒弟，陷害老夫身份，最终的目的不过就是对付你和月丫头。想必那日平阳见到的那个杀手也是用药幻化了老夫的容貌。听着面前鬼佬的话，楚燕陷入了沉思。他当然知道秦婉那日在父皇的面前说了不少假话，这个女人好深沉的心机，好狠毒的心思。前辈，凤灵体内的七星海棠毒可与前辈有关？哼，关老夫什么事儿？老夫与他无冤无仇，为何会给他下毒？怕不是那个秦婉的自导自演？老夫这一生醉心医术，救了不知多少人，声名在外，却没想到有一天会被一个小丫头这般陷害，坏了名声。老夫若是轻饶了他，便就不叫无双。阿燕哥哥，我说过这一切都是秦婉搞的鬼，可是没有人相信我，都说我师父是坏人，都给秦婉给骗了，非要信了我师父是坏人，不是无双老人。他又拿出了凤灵中了七星海棠毒的事情，刺激父皇和凤贵妃，大家当时更是无比信任他，只是一心想捉拿师父，却压根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。前辈有所不知，此女诡计多端，且心狠手辣，前辈可有法子能戳穿她的真面目？否则怕是在父皇面前又要被她巧舌如簧倒打一耙，到时候百口莫辩。老夫的身份命牌自是能证明老夫的身份。随即他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命牌，牌子上写着生辰八字和姓名。命牌这东西都是特殊材质做的，做不得假。楚燕只是拿过来看了一眼，便将东西还了回去。只这一眼，他差不多已经信了面前人当真是无双老人的身份。那个叫秦婉的既然用了特殊药物，变成了如今秦婉的模样，那么老夫也自然有办法让他恢复真面目。前辈的意思是，楚皇不是给了你10日之期，让你将老夫带入皇宫当面对质，那老夫就在那日亲手拆穿那秦婉的真面目，看他还敢如何狡辩和栽赃。前辈需要本王做什么？老夫这几日就待在你的府上，你按照老夫的吩咐去置办一些药材，这些药材老夫有用，会让秦婉现出原形。时日一到，随你进宫，跟你父皇说清楚，也省得被他蒙蔽，拿你跟月丫头开刀。前辈请受本王一拜，不管是救命之恩，还是这一次危机，本王都多谢前辈。前辈牺牲梧桐院即可，您要的药材全部写下来，本王会去派人置办。好。鬼佬起身，那个叫秦婉的小丫头心狠手辣，反咬老夫一口也就算了，可她竟还伤了月丫头的脸，实在是可恨之极。老夫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。去准备药材，越快越好。老夫不仅要炼制出拆穿她真面目的药，还要炼制积玉极膏，到时候月丫头你1日擦3次，5日伤口就可痊愈。
谢谢师傅。鬼老在属下的带领下去了梧桐院。阿影哥哥，你看到了，我师傅就是无双老人，那个秦婉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。哼，幸好我师傅大度，没有生我们的气，否则一气之下离开了大周，或者是不认我这个徒弟了。你说我们怎么办呢？前辈心有沟壑，没有一走了之，也没有迁怒，那么倒霉的就是秦婉他们了。本王着实没想到，那秦婉的身份都是假的。他与凤灵勾结，栽赃嫁祸，颠倒黑白，杀人放火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一次若不是无双前辈，本王真要被他们拉下水了。月儿，你可以去跟你师傅说说话，看看前辈他老人家还有什么需要的，本王亲自去准备前辈需要的药材。好。楚燕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，满眼的宠溺，这才转身往外走。见着楚燕的身影离开之后，青云瑶站在原地好一会儿才吐了一口气，接着抬脚就朝着梧桐院去了。屋内鬼老正坐在椅子上，听到了敲门声，便道了一声进来。师傅，阿燕哥哥去准备你需要的药材了。你这个阿燕哥哥是个有脑子的人，老夫若不是一身医术唬住他，又拿出无双的命牌，他不见得信任老夫。不过这其中也有你的关系。师傅，我的脸不会留下疤痕吧？怕什么？就算你变成丑八怪，你阿燕哥哥也只会爱你。哼！师傅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哪个女孩希望自己变成丑八怪呢？放心，为师的药不会让你留疤。师傅，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接下来这几天，你若有机会，想办法跟那个秦婉见一面，刺激刺激他，确认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服用了幻眼蛊，变成了如今这个秦婉的模样，省得到时候老夫白忙一场。还有，想办法试探一下那2本典籍的下落，2样东西，老夫势在必得。好。幽王府安静的诡异，一连几日都没有动静，凤灵都觉得有些不对劲，甚至他暗中派人调查幽王府的人都道，幽王府最近买了很多的药材进府。清月这2日非常忙，他要忙着炼制青云瑶幻眼蛊的解药，还要每日给青战扎针试药，还要给凤灵捏腿扎针。关于幽王府那边，他知道楚燕和青云瑶必然会有动作。果然这一日才用了早膳，湘琴就在外面传话，说是平阳郡主来了，想见他一面。听到湘琴的话，便出了院子。平阳是一个人来的，他就站在院子里，用脚踢着脚下的石头，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听到脚步声，他唰的一下抬起头，看到秦婉走了过来。郡主到访是有事情吗？那个，我是来跟你说声谢谢的。我娘亲用了你开的药方之后，这2日都睡了个好觉。郡主客气了，不过是秦婉分内之事。郡主还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个，我听说南郊山的枫叶落了，很是漂亮。最近很多的世家贵女都去那边赏枫叶，还去寺庙上香还愿。我想约你去看枫叶。清月一愣，最近约他去看枫叶的人有点多，2日前凤灵才约他去看，他的视线静静地凝在了平阳的脸上。见他说完这话之后，眼神有些闪烁，似是不敢直接对视他目光的样子，便知道平阳这次约他去南郊山，绝对不是赏枫叶这般简单。秦婉，本郡主之前是不喜欢你，对你印象不好，跟你之间生了些嫌隙，但是本郡主已经知道这其中都是误会了，现在也想跟你好了，所以约你去赏枫叶。你不会不赏脸吧？还是你还在嫉恨我之前那般对你？怎么会？郡主约我去赏枫叶是想跟我做朋友吧？我自然是要给郡主这个面子的。那就容郡主在这等一会儿，我回去换一身衣裳。行，那你快点啊，这都快晌午了，中午还要在南郊寺吃斋饭呢。清月回去换了一身简便的衫裙，却衬得她身姿挺秀，整个人的身上都透出了一股寒霜赛雪般的清艳气质。走吧。他带了马车过来，邀请清月跟他坐同一辆马车。清月给凤灵留了话，他知道平阳是带着其他的目的，但他也了解平阳，这丫头有勇无谋的，不会真的想害他，无非就是青云瑶那边又把他给骗了，
至于去南郊山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清月的眼底一片寒霜闪过。秦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在想南郊山的枫叶究竟有多漂亮。说到这个，平阳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。真的很漂亮的，满地金黄，被阳光一照，更是泛着暖色光。哎，尤其是那边的南郊寺，只有枫叶落的这1个月，这寺庙散发金光，那么许愿还愿都很灵的。你啊，以前不在京城，所以不知道，这个南郊寺可不是每一年都会发光的，这10年来只发光了1次，正好被我赶上了。那一年啊，我跟青姐姐还有四皇兄一起来南郊寺，就赶上了南郊寺发光。清月平静地听着，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那一年就是他们3人一起去的南郊寺。他出生武将世家，所以总担心父亲长兄在外面遇到危险，冲着菩萨许愿，祝愿父兄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皆如意，祝愿他跟阿燕哥哥能够长长久久，恩爱一生。可后来呢？不过是一场虚妄，菩萨是骗人的，他的家人没有健康，没有如意，所以不要信菩萨，只能信自己。秦婉，其实我亲姐姐这个人特别好，特别讲义气，你跟她之间可能是有些误会，所以你可能对她有误解，而我认识她好多年了，自然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。清月便安静地听着，看着面前的平阳。真的，秦婉，我不想骗你，其实这一次约你去南郊山看枫叶，是青姐姐的意思，她已经等在那边了，还想跟你说说话，解开误会。猜到了。你猜到了？既然你猜到了，却还愿意来，说明秦婉你也想跟青姐姐见一面的。说实话，秦婉，我是真的不愿意看到你跟青姐姐交恶。若说青姐姐那个师傅是坏人，我认；但若说青姐姐是坏人，我肯定不认。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了，她是什么样子的人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清月听着这些话，都不知道该不该为平阳对他的这些赞美和夸赞高兴呢？毕竟曾经当着他的面，他很少夸他。秦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跟青姐姐好好谈谈，不希望你们2个人交恶。我觉得你们2个解开误会了，我4哥和6哥也会好的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笑什么？平阳，我笑你单纯啊。你4哥跟你6哥本身就立场不同，那么我跟你青姐姐自然也就立场不同，他们怎么能好呢？你想想，如果有一天他们决裂，你夹在中间会向着谁？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很快的。这时候外面传来了驾车侍卫的声音。郡主到了。马车停下，清月率先起身下了车，对还在陷入正松情绪中的平阳说：平阳，有些事情你是该好好想想的。你青姐姐在你心里固然好，可那不是曾经吗？她现在还是你喜欢的那个青姐姐吗？还真心对你吗？今日她让你去府上，邀我去南郊山，本就是陷你于不义。我若应你之邀出来了，去了南郊山见到的是她，会怪你欺骗于我；我若没应你邀约，你心里会怪我不给你面子。还有，我若是记得没错，他似乎正被皇上禁足中。你说这事儿若是传到了皇上的耳中，平阳你脱得了罪吗？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南郊山赏枫叶也是他有意无意提起，却是勾得你邀他来赏，他便又趁机让你邀我出来，说是想要好好谈谈，对否？话音落下，见平阳一瞬睁大的双眼，清月就知道他推测的全对，身后平阳闷闷不乐地跳下了车。走吧。南郊山的确不少的人，不过2人寻了近路，倒是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。平阳本以为秦婉是第一次来，想着在前面引路，却没想到一下马车，秦婉便自己朝着右边走，那里有一条小路，能正好通到南郊山的后山。秦婉，你之前来过吗？你怎么知道往这边走有一条小路？之前来过。这样啊，我还当你是第一次来。2人顺着近路走上了后山，一大片金黄的枫叶落入了眼帘。她呢？哦，青姐姐应该早到了，不知是不是在寺庙那儿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你去吧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你见到她将她带来这里就行了。行，
那你在这里等着啊，你别乱跑。我的人就在山脚下，有什么事情你喊一声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话音落，转身就跑。好。过了一会儿，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很轻。清月回过头去，就见戴着面纱的青云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两个人的视线撞在了一起。瑶姐，你没想到是我约你出来的吧？你还是这么好骗，4年前是这样，4年后还是这样，随便一个借口就能将你骗出来。你啊，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清月看着面前的青云瑶，她的状态明显跟2日前有所不同，倒是显得轻松了很多，所以这是想到了对抗他的办法了。怎么，准备牺牲你的冒牌师傅，将他交给皇上了？清月，你得意什么？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已经赢了？青云瑶，你怎么不喊我表姐了？哼，倒是没有想到你的命竟然这般大，被刺了这么多剑，坠落万丈深渊竟还都没有死。不过让我猜一猜，你是用了什么方法才变成了如今这个模样？我用什么办法变成了这个模样，你不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吗？青云瑶的瞳孔轻轻的一锁，清月这个女人果真跟她一样，用了幻眼骨才幻化成了秦婉的模样。哼，真是可怜啊，顶着别人的身份，有家不能回，有仇不能报，有冤无处说，甚至连容貌都只能幻化成别人的模样。表姐，我要是你，早在4年前就干脆死了算了，现在又回来做什么呢？青云瑶，你知不知道你顶着我的脸露出这般样子，真的让人很烦闷。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平白了糟蹋了我这张脸。相比于青云瑶的挑衅，清月平静回击。青云瑶，你自小寄居我清家，处处不如我，处处学我，如今却就算是得了我的容貌又能如何？不过是镜花水月，早晚会被拆穿。那个时候你的下场如何？众人厌弃，众叛亲离，一无所有。那时候的你才是真的可怜。哼，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真正可怜的是你。爹爹娘亲就在你面前，你都没法相认。还有平阳，他整日里喊我亲姐姐呢。你看，清月，没人知道我顶替了你。还有二哥，二哥可是因你而死呢。你若是不回来，非要找我的麻烦，二哥怎么会死呢？清月紧紧地握住手。青云瑶见他的表情冷了下来，心中更觉得快意，积压了这么久的恨怒终于释放了出来。清月，你的爹爹、娘亲、长兄、朋友，如今都是我的，只要我想。你猜，他们会不会像二哥一样，突然就中了毒，或者生什么大病就死了呢？清月唰的抬眼，目光凌冽如刀刃。青云瑶似无恐惧。清月，我可不是在跟你说笑呢，我绝对不让你好过。你不知道吧，娘亲当晚就病倒了呢。青云瑶，清月的眼睛恨红了一片，咬牙怒喝出声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呢，你看到我身边的那个丫鬟了没？叫春梅的，你一定很奇怪，为何不见你的丫鬟穆蕊，对吧？她呀，在我替代你的第2年就被我陈塘淹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丫鬟穆蕊在第2年就死了。这个小丫鬟跟咱们一块长大，对你我实在是太过于熟悉了，以至于日日跟在我的身边，竟是第一个发现了我的不寻常。可是他蠢啊，他竟将心中的怀疑去告知了燕哥哥。你说他是不是找死啊？所以我就让人亲自掐死了他，扔到了北塘湖中。青云瑶，他猛地伸出手，狠狠地掐住了青云瑶的脖子。你怎么能这么狠毒？怎么能？他从小也是喊你姐姐的人，你怎么能？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但是我知道你不会，因为你杀了我，凭你如今的身份，就再也无法回去亲家，
你将永远成为亲家的罪人，成为杀死幽王妃的歹人，你会落入千夫所指、万人唾弃的地步。清月颤着手指，终是将他一甩，直接摔倒在地上。清月，你斗不过我的，4年前斗不过，现在还是斗不过的。青云瑶，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拿我的家人来威胁我，我便什么都不能做了，便只能任由你为所欲为？秦云瑶一声冷哼，端的是有恃无恐。而此时清月突然侧过身，只见他拿起身上的一块火折子吹燃，对着身边一个土坑扔了过去，紧接着土坑中瞬间燃起了火苗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青云瑶才发现清月竟然挖了一个土坑，且燃放了可燃树叶。他拧眉有些不解，看着跳跃的火光。你干什么？清月却是并未理会，而是看着郁郁葱葱的风铃道：还不出来吗？风簌簌，枫叶落了一地，没有人影。你在喊谁？冒充我师父，杀我二哥，却连个面都不敢露。你是缩头乌龟吗？随着这话落下，只见一个人影逼近，五爪成钩直逼向清月。却见清月一声冷哼，只见3枚银针对着来人的脸直接射了过去。那人一个翻身直接躲过，却也显出了身形。啊，师父，你怎么来了？清月冷冷地看着面前的人。小丫头，又见面了，嘿嘿嘿嘿。你跟我师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说起来，小丫头，你该喊老夫一声师叔的。师叔？就你也配？一个被逐出师门，满心都是歪门邪道的人，我看一眼都觉得肮脏。小丫头，你信不信老夫现在就杀了你？杀了我？哼，自己都成了过街老鼠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我就站在这儿，有本事就过来杀了我。旁边的火坑还在燃烧，火苗灼灼，映红了清月的裙摆。怎么，不敢吗？你医术不如我师父，处处嫉妒他，犯了门规被逐出师门，所以怀恨在心。知道师父收我为徒，便也悄悄地接近青云瑶，唆使他杀害我，背叛我。啊，当然不可否认的是，青云瑶不知感恩，早有了背叛之心，只是你给了他这份勇气罢了。他瞥了一眼青云瑶，而后痴声说：可是有什么用啊？你依旧不如师父，不管是做人还是本事。我师父扬名万里，而你苟且偷生，便连现身都只能打着我师父的名号。而青云瑶，哼，你收的这个徒弟更是废物点心一个，一无是处，愚笨至极。虽是顶着我的脸，不过就是东施效颦。你不如我师父，你的徒弟也不如我，你们两个是天生的臭虫，活在阴沟里的废物。哼，清月，你才是活在阴沟里的废物。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是如何在落叶山顶狼狈地求我的？哼，你才是最可怜的那个人，爱人没了，亲人没了，家也回不去，甚至连自己的脸都没有了。你所拥有的一切如今都是我的。啊，对了，至于你的师父他已经死了，就死在我师父的手里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青云瑶，你说我的师父怎么了？哎呀呀，表姐，我竟然忘了告诉你这般重要的事情了吗？你的师父啊，他死了呀，死的那叫一个凄惨呐，而且都死了好几年了。死在什么时候呢？让我想想啊，就死在你坠崖后的半年多吧。我跟阿燕哥哥大婚的消息放出去，他就赶到大周京来了。他是想来参加我的婚礼，
是来参加你的婚礼。他对我是真的一点没有防备啊，所以我跟我师父2个人就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给……青云瑶一边说着，一边抹了抹自己的脖子，而清月站在那里，整个人如坠冰窖。青云瑶，你在骗我！师父，你说我有没有骗他？自是没骗，无双那个老匹夫不过就是老夫的手下败将。为什么要杀我师父？为什么？哼，在老夫面前岂容你放肆？不只是你师父穆蕊，你身边的所有人，你的爹、你娘，还有在外面的大哥平阳等等等等。我说了，我想让他们3更死，他们就活不到5更天的。表姐，如今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肯当着楚皇的面承认你之前说的一切都是胡编乱造，承认你居心不良，承认想杀凤灵的人是你，然后你再自缢在楚皇的面前，我就放过所有的人，好不好？人之本性，贪婪、恶毒、自私。青云瑶，你背叛我，背叛卿家，为的是名，是利，是楚燕；而楚燕背叛我，背叛卿家，为的是权，是利益。那你呢？清月的话锋一转，忽的眼神落在了鬼佬的身上。你千里昭昭寻上青云瑶，助他害人。若你只是因为嫉妒我的师父，可如今师父已经被你害死，为何你依然留在京都城，依旧助他？所以我猜你也有自己的目的，对不对？你在找东西。这话一落，青云瑶瞬间变了脸色，便是鬼佬也是瞳孔一缩，可清月却好似没有看到一般。他往后退了2步，忽地从怀中挑出了2本典籍。你一直在找他们，是不是？就在典籍出现在他手上的瞬间，鬼佬的瞳孔一缩，脚步一顿，五爪成钩，朝着清月手上就抓了上来。那般急切的样子几乎不加掩饰，可是清月早有准备，既然敢拿出来，又怎会让他轻易的抢走？只见他眼睛一眯，身子一侧，指尖几枚银针瞬间挥向鬼佬的双眼。他下意识的后退，却下一刻目眦欲裂。只因为清月手一扬，2本典籍直接被扔到了旁边一块燃尽的小火坑中。呼呼呼，火苗瞬间蹿高，2本典籍瞬间化为了灰烬。老夫的典籍呀！鬼佬一声惊吼，不管不顾地冲向火坑，探出手就朝着火坑里面去抓。你怎么敢烧了老夫的典籍？你怎么敢？老夫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师父，师父，你冷静，你千万冷静，现在不能上他的当，他烧的肯定不是那2本典籍，那是无价之宝，他肯定是弄了2本假书，故意想要刺激你的。不能在这里大开杀戒，否则定然会暴露，不仅会暴露师父，还会暴露了他自己。似是青云瑶的话起了作用，鬼佬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。小丫头，无双那个老匹夫确实有些眼光，竟是让你猜出了老夫的目的。老夫给你个机会，将典籍交出来，饶你父母双亲不死，否则他们的下场便会跟你二哥一样。想必你也不愿意他们一把年纪还落入这样的境地吧？哼，我烧的就是神幻一点和毒典，拿不出来了。不可能！清月，我知道你是在骗人，1字万金的典籍你怎么舍得烧？你一定是猜出我师父想要这个东西，所以故意在我面前表演这一出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青云瑶，你师父他老人家不了解我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自3岁开始识文断字，便过目不忘，2本典籍的内容早已被我记在脑中。这世上知道2本典籍内容的唯有我一人，在这儿。清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你想要的东西只有我知道，你跟青云瑶2个人拿我家人朋友的命来要挟我，如今你试试看，
我还怕不怕？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但凡我的家人朋友受到一丁点的伤害，这里面的东西你绝对得不到一个字。鬼佬脸色阴沉，干枯的手指因为愤怒在发颤，青云瑶更是气白了一张脸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继续抓我的爹娘他们来要挟我将这2本典籍默写出来。但你看，我会不会选择跟你同归于尽，要你这辈子都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当年你的师父看不上你，你的师兄看不上你，你汲汲营营半生恶事做尽，只为了有朝一日能得到这2本典籍的传承，让曾经看不起你的人高看你一眼。但是没用，我不会让你如愿，我要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臭丫头找死！便是青云瑶也压不住鬼佬了。只见鬼佬怒喝一声，朝着清月就冲了过来。你以为老夫拿你没办法了？老夫会抓住你，剥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，为你吃下真言骨。老夫要让你将典籍的内容一字一句的给老夫背出来。眼看着鬼佬直接冲过来，清月的瞳孔一缩，一声口哨声忽地响起。鬼佬动作一顿，青云瑶一僵，几乎是在下一刻，风起云涌，枫叶飞舞，4个暗影自不远处斜风而来，利剑寒光直逼向鬼佬。师父快走，咱们日后有的是机会让他万劫不复，但现在如果你被抓住，咱们就功亏一篑了。师父快走！青云瑶的话似是提醒了他什么一般，他瞳孔一缩，紧接着方向一变，冲着那块袭过来的暗影一个假动作，接着一把毒粉当即扬出。小心有毒！暗影齐齐舞臂后退，鬼佬便趁此机会转身遁逃。4个影卫提剑便追，回来，不用追。随着清月的命令落下，4名影卫瞬间再次隐于原地，一切都是来无影去无踪，像是从未出现过一般。青云瑶还未回过神，他的下巴猛地被清月给捏住。青云瑶，你记着，这世上是有公理的，邪不胜正，假的变不成真的，终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，一无所有。而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。清月的手指狠狠用力，几乎捏碎了青云瑶的下巴。再说最后一遍，别拿家人亲人来威胁我，但凡他们有一丁点的不舒服，你跟你师父都别想着知道典籍里面的任何一个字。青姐姐，青婉。在平阳出生的瞬间，清月便一把甩开了青云瑶的脸，站直了身体。青姐姐，你有没有事？平阳，我没事。秦婉，你为什么又对青姐姐动手？清月看了一眼平阳，什么话也没说。他看了眼身后之前挖的燃坑，已经都燃完了，他便抬起脚又弄了一些泥土入坑，以防复燃。而后什么话也没说，转身就走。秦婉，你去哪儿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不跟你的马车回去了，你别在这儿待得太晚了，早点回去。清月扔下了这句话，直接就离开了这里。他没有心情去跟平阳说话，也没有办法面对青云瑶的这张脸。穆蕊和师父的死几乎要将他击垮，他不敢静下来，只要静下心来便会想到这件事。清月下了这个小坡，便直接朝着南郊寺的方向走去。南郊寺笼罩在一片朦胧昏黄的晕光中，看着寺庙门口顶炉中燃烧的袅袅香烟，他站在那里，看着人来人往，看着香客脸上的笑意盎然，他只觉得茫然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他想起了青云瑶说的那些话，他该逼问一下青云瑶，师父的尸身如今在哪里？雾蕊又被沉在了哪一个荷塘？他也好为他们上一炷香。清月捂了捂心口，真的好难过啊。施主，大师有请。啊？什么？施主，圆寂大师正在偏殿等您，请您跟小僧往这边走。哦，好，有劳小师傅了。小和尚转身在前面带路，清月跟在他的后面，穿过了前面的几个堂口，直接入了后殿。就在这里，小僧就不进去了。清月点了点头，道了谢之后，这才抬脚走向门口。
轻叩了2下门，得了回应才推门而入。耳边是木鱼敲打的声音：“大师。”“施主请坐。”清月依言而坐。“施主，老衲喊你过来，是今觉寻到有缘人，所以将施主喊过来，探讨一下佛法。”清月有些诧异的抬起眼，有缘人说的是他吗？施主可信佛？清月摇了摇头：“大师，我不信佛，我只信自己。”也许曾经他信过，可是后来就不信了。他死得那么惨，佛没有救他；二哥被残害，至今仍是个活死人，佛也没有救他。阿弥陀佛，清施主人各有度，佛法自不强求，老衲有一佛物相赠。圆寂大师一边说着，一边推出了一个盒子。清月伸出手接过来，刚要将盒子打开，却突地整个人一愣，几乎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向了圆寂大师。咚咚咚咚，木鱼声阵阵，再一次被敲响，而清月的眼中却满是震惊。刚才圆寂大师竟然喊他清施主，可他现在明明是秦婉，所以他的真实身份是被圆寂大师给看穿了吗？此时的圆寂大师已经闭上了那双慧眼，清月无法从他的目光中窥探到什么。双魂入体，命格凶煞，死为死，身为身，魂为魂。清月整个人定在原地，